作为娱乐圈的艺人悍匪眼，每天防的不是狗仔，而是警察。只因我悍匪演的不如逼真，被严重怀疑本色出演。阿 Sir， 我真是个演员啊！我只是在酒店的空调外机上亲身体验空调师傅这个角色，就被警察认定为瓢虫。警察直播执法，下来！正当我准备下来解释清楚时，恭喜宿主获得激活最强犯罪系统，开局赠送老瓢虫系统或者悍匪系统，检测到宿主正面临扫黄行动，自动激活老瓢虫系统。什么？然后身体就开始不由自主地飞了起来。警察队长赵安的脸上却挂不住。就在1分钟前，他正信誓旦旦地说道：“现场已经被我们层层包围，就算是一只苍蝇都飞不出去。留下1点人维持现场，其他人都跟我一起去抓，绝对不能放跑任何一个人。”而许愿之所以这么能跑，自然是因为一位合格的瓢虫，逃跑技能肯定是点满的，不然怎么称为老瓢虫？逃跑技能一消失，许愿很快就找不到路了。小伙子，前面可是死胡同，束手就擒吧。束手就擒干什么？我又没犯罪。呵呵，还狡辩是吧？没犯罪，你跑什么？你追我肯定跑啊！你不心虚，你跑什么？赵安看着周围也没有任何逃跑的路口，冷笑一声，慢慢朝着许愿逼近。小子，原本呢，你乖乖就范，也就蹲个10几天，现在你逃跑，性质可就不一样了。我真没犯罪啊，阿 Sir！ 还嘴硬是吧？上，给我抓住他！赵安挥了挥手，顿时就走出了2名警察，拿着手铐朝着许愿前进。而这个时候，直播的人也跟了过来，摄像头对上又拍到了许愿无路可退，一脸无辜的模样。警察同志，我真是冤枉啊！我只是修空调的呀，修着修着，几个大汉踹门进来，我吓到了，能不跑吗？哈哈，你这种瓢虫我见多了，理由一大堆。你家修空调还脱衣服是吧？别狡辩了。我本职是演员，修空调不熟练，怕弄脏，所以脱了，很正常吧？本职是演员，跑来宾馆修空调，下次别用这种烂理由了，找个好的吧。随着警察逼近，许愿很无奈啊，还想挣扎一下，刚挥动衣服，一个方方正正还是塑料包装的小东西从衣服掉了出来。作为扫黄警察，一眼就看出了这个东西是什么。赵安看着这个小雨伞，又看了看许愿，冷笑一声：“如果我说这是手套，你们信吗？”2位警察顿时就绷不住了，赵安的脸都黑了。证据确凿，你还狡辩是吧？然而靠近他的2位警察立马就扑了上来，一个擒拿将许愿压在了地上，并且铐上；另外1名警察则是立马把地上的东西捡了起来。队长，好像真是手套。赵安认真观察了一下，随后一愣：“我从小在羊城长大，所以每次餐厅送一次性手套还有纸巾的时候，我都下意识会放进口袋。不信你去我口袋翻一下，肯定还有。”赵安也无语了，谁他妈把一次性手套设计的跟那个小雨伞一样啊？就在赵安很无语的时候，对讲机突然响起：“队长，我在刚刚跑出去的那个人的房间中发现，确实有一台拆下来的空调，旁边还有维修工具箱，房间里味道正常，垃圾桶也没有发现奇怪的东西。”听到对讲机的声音，赵安懵了，压着许愿的警察也下意识地松了松手，随后默默将手铐解开。我就说吧，我只是来维修的，抓我干啥？我手法好公平。一想到误会解除了，许愿就下意识地露出了笑容，而随后咔嚓一声，手铐一下子就出现在了手上。许愿不解地看向一旁的警察，抱歉，你刚刚那笑容太猥琐了，跟那些老瓢虫一模一样，一时间没忍住，现在给你解开。我无语了，无奈地看着赵安，警察同志，我现在可以走了吗？我就一个维修工，我还要继续去修空调呢。赵安一时间无言，看着许愿，虽然发现了维修工具，并且没有找到了实际性的证据，但是许愿这一系列的行动还是太不对劲了。再加上这么多年扫黄的经验，他嗅到了许愿这个人和那些老瓢虫一样的味道。队长，我在清点人员的时候，发现少了一个女的，而且我在刚刚跑出去那个人的被子下面找到了一套女人的衣服，被子上还有血迹，床下面也有血迹拖行的痕迹。这2件事顿时就在赵安脑海中串联起来，瞳孔猛然放大，他震惊地看向了许愿。突然，我身上突然掉出了一把大扳手。别动，全员警戒！我劝你不要乱来，立马放下手中的武器！赵安大吼一声，直接从腰间掏出了手枪，对准了许愿。离许愿最近的2位警察连忙远离了他，掏出了手枪。我人傻了，连忙将扳手一丢，举起手来：“警察同志，我良民啊，大大的良民，别开枪啊！”在这期间，赵安心中一根弦一直绷着，只因为他以前就是当特警的，而许愿刚刚那个模样，表面笑嘻嘻，眼神中却充斥着暴力，充满了杀气。立马联系刑侦大队，说有命案，调查一下。不打起12分精神，无关人员立马离开。这个家伙手中可能不只有这一条命案，这可能还是个连环杀人犯。听到赵安的话，周围的警察都为之一惊，看向许愿的眼神中充满了警惕。什么杀人犯？很快，我被赵安押回了宾馆。接收到消息的刑侦大队的人就来了。大队队长和扫黄队长一番交流之后，我就是个连环杀人犯，只是现在还没证据。老实交代，到底犯了什么错？我交代个毛啊！我告诉你们，你们再不放了我，我就投诉你们。队长，刚刚刑侦队的同志来了，那个血迹其实是演戏用的那种血包。靠，你是猪吗？血包和真的血你还分不清？不是啊，队长，那个血包真的太逼真了，谁知道他修空调还带血包啊？看吧，我就说我没吓人，没事的，警察同志，我原谅你了。而我的笑容在赵安眼中就像是在炫耀一样。
这种嚣张的姿态，赵安咬牙切齿地说道：“话别说太早，现在那个消失的女生还没有找到呢，谁知道是不是你故意弄破，混淆视听的？”话音刚落下，宾馆外的一辆车的后备箱突然传来了一响。等一下，看你怎么交代。作为娱乐圈的艺人悍匪眼，每天防的不是狗仔，而是警察。只因我悍匪眼过于逼真，被严重怀疑本色出演。阿 Sir， 我真是个演员啊！话别说太早，现在那个消失的女生还没有找到呢，谁知道是不是你故意弄破，混淆视听的？话音刚落下，宾馆外的一辆车后备箱突然传来了一声惨叫。小李，去看看。等等，这个后备箱不能打开。随着我的表情严肃，那种压迫感再次袭来。按照以往刑警的经验，这个后备箱肯定有不可告人的秘密，但是谁能料到我只是在后备箱放的是1比1复刻的娃娃，发出的异响只是娃娃的一个机模，不同的按键还能发出不同的声音。都说不要打开了，这多不好意思。许渊说着，又按了一下遥控，甚至还能播放耳朵。突然，这时候对讲机声音响起：“队长，失踪的那个女的回来了，她是因为饿了，偷偷溜出去吃饭了。”此时的赵安现在心中像是看了100遍《鸡你太美》一样，强忍着心中无语的心情，问道：“你为什么会在车上放这种东西啊？”“这是我表哥的，他定制了一个苍某空款式的娃娃，非要让我下班了拿给他。没想到我还没下班就被你们发现了。先说好啊，这不是我的呀，是我表哥。对了，我表哥叫唐杰，毕业于高数大学，性别男，26岁。有认识他的麻烦狠狠的骂他，骂了他就不准骂我。”众人看着赵渊，一时间沉默了，竟不知道说什么好了。好。赵安瞪了瞪身旁在看戏的几个警察，你们几个还不快去把老瓢虫都押到局里！凶完后，赵安这才看向了许渊：“你小子，真他娘的是个人才，是我们误会你了，不好意思。”“没事，配合警察同志的调查是我的荣幸。”许渊挠了挠头，继续说道：“误会解开就行了。哈哈，我是良民啊，怎么可能会做出这种犯罪的事情呢？”说着，还凑到了摄像头面前：“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啊，要遵纪守法，警察叔叔可是很严的哦。”许渊说完，就开始大摇大摆地往宾馆走去。“喂，你进去干什么？”“我空调还没修完，要进去修一下。”张富无话可说，这小子还挺有职业精神的。而张富仍然眉头紧皱，派了一名刑警跟在了许渊身后。以我多年刑侦的直觉，这个人绝对有问题，绝对隐瞒着什么。那个眼神把我都吓出了一身冷汗，手上没有几条人命，我是不信的。赵安回想起那个许渊拿起扳手时的那个气势，依然有些心有余悸。确实，这个许渊我也要盯几年才行了。你个扫黄的盯着他干啥？这是我们刑侦负责的。因为我觉得他是个老瓢虫，这是我多年扫黄的直觉。不远处的王水水不解地看着两位小声交流的两位队长，再看了看许渊的背影，很懵。这还是他主持第一次遇见这种情况。明明2次看起来是证据确凿的事情，但结果都是误会，连扫黄队长和刑侦队长都有些怀疑人生了。月亮高高挂起，夜色下，两道身影碰在了一起，定睛一看，其中一人正是许渊。我要的东西呢？拿到了吗？这次你怎么来这么晚？遇见条子了。什么原因？扫黄，你被抓了，下次不要去那种地方了。有什么好的？实在不行，这个新货我让给你了。谁要你这个9.9包邮抢的呀？真搞不懂你为什么有收集这玩意的爱好。你懂个蛋，这些都是我的老师，要懂得感恩。表哥，你也不想你买娃娃的事情被大家知道吧？许渊微微一笑，眼前瘦瘦高高、有些猥琐的男子，正是他表哥唐杰。你要干啥？你的嫂子就是这些娃娃，你要用的话就拿过去吧。难道你的目的是我？不行啊，有违伦理。想啥呢？就我这条件，还需要这些东西？表哥，我要求也不高，给我换个角色呗。你是场务，给我换个镜头多一点的咋样？我是场务，又不是导演，很卑微的好不好？给你安排一些跑龙套还可以，想多点镜头，安排你去做主角好了。真的吗？靠，你小子还真是不要脸。算了，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有个投资方撤资了，然后空出了一个角色，是个反派来着，导演打算重新招人，现在正在面试呢。那我去试试。说完，许渊就乖乖地跟着唐杰走进了剧组。说着说着，二人便到了选角的场地。现场很简陋，一块空地，中间坐着3个人，分别是导演黄渤、副导演严健、编剧陶超。试戏的人正戴着个头套，拿着一把小刀，咬牙切齿地对着配合他演出的人说：“喂，把钱交出来，不然我就嘎了你。”这个表演一点气势都没有，看得许渊直皱眉头。然而表演刚完，副导演严健就站起身来大声鼓掌，导演黄渤和编剧陶超都是一副很难评的模样。他一脸的得意，像是真的以为自己表演很好一样，高傲的扫视了一圈，最后锁定在了许渊身上。这种菜鸡也能看我的精彩表演？唐杰小声的给许渊介绍道：“这人是副导演的侄子，叫严旭。”很凑巧，因为许渊来得晚，刚好就排在了最后一个。好了，时间不晚了，我觉得不用面试了，都面试这么多个了。现场气氛顿时就凝固了，导演和编剧神情有些不爽，副导演的这个举动搞得他才是这里的老大一样。不过想着对方还有个有钱的老婆作为投资方，在剧组的话语权还真不小，不由得叹了一口气。
检测到宿主遭到面试，现发布任务，使用悍匪模板震撼全场。只见许渊阴沉着脸，拿着个棒球棍握在手中，轻轻挥舞几下，便传来了恐怖的破空声。抢劫不是这么抢的，我他妈还需要你来教我演戏？只见许渊拿着个棒球棍，一步一步的走来，棒球棍和地面摩擦出的声音，在寂静的夜空中格外刺耳。看着眼前的许渊，完全像变了一个人一样，那种凶煞的眼神，唐杰一下子就被吓得尿了裤子。而在一旁的导演们也感觉全身汗毛直立，双腿发软。而刑警此时也伪装进了剧组，在旁边悄悄记录着。作为娱乐圈的御用悍匪，每天防的不是狗仔，而是警察。只因我悍匪演得过于逼真，被严重怀疑本色出演。阿 Sir， 我真是个演员啊！我他妈还需要你来教我演戏？只见许渊拿着个棒球棍，一步一步的走来，棒球棍和地面摩擦出的声音，在寂静的夜空中格外刺耳。看着眼前的许渊，完全像变了一个人一样，那种凶煞的眼神，唐杰一下子就被吓得尿了裤子。而在一旁的导演们也感觉全身汗毛直立，双腿发软。你干什么？你一个臭跑龙套的干什么？在这里，我们严家看上的东西，早晚都得是严家的。副导演略带不满的看向自己的侄子，虽然这孩子说的是实话，但未免太张扬了。放肆，在这个剧组，导演才是第一位的是吧？黄导，我看延续这孩子不错。此时，随着悍匪模板的全部激活，许渊露出那种凶煞的眼神，让在场的众人都打了个寒颤。就算是严剑这种社会滚刀肉都不由得害怕了起来，那是真正的亡命之徒才会有的眼神。瞬间屋内的温度都降到了冰点。这个许渊不就是一个跑龙套的吗？为什么还会有这种眼神？导演，我还可以试戏吗？许渊见导演黄国一脸的惊吓，尽量露出了一个友善的微笑。然而他不知道的是，这种笑容在黄国看来，仿佛是撒旦在跟他微笑，就像是那种变态吓人狂在要吓人时露出的那种胜券在握的笑容一样。可以，不过我需要有一个人配合我才可以。许渊说着，下意识的拿着棒球棍在手里轻轻敲着，目光扫视了周围看戏的人群，但大家都不敢和他对视。兄弟啊，你亲嫂子刚到家，我还没回去陪陪她呢。最后许渊将目光放在了延续身上，延续脸顿时一白，连忙摇了摇头，求助的看向自己叔叔。哼，年轻人别太嚣张，我拍过的戏比你吃过的饭还多，你最好放尊重点。抢劫，特别是作为一个抢劫犯头子，作为一个老大级别的人物，就最不应该用小刀这种武器，太小家子气了。而且小刀能有什么破坏力？捅肚子、大腿有用吗？该跑跑，该跳跳。说罢，许渊将棒球棍砸向地面，一声巨响，眼前无比坚硬的地板瞬间四分五裂，木屑四溅，在场的心都为之颤抖，震惊的看着这一幕。延续看着眼前的一幕，瞬间眼前一黑，晕了过去。躲在角落的刑警也给队长张富偷偷发消息：队长，许渊浑身的气质是悍匪无疑。如果我今晚没回去，请把我手机里的浏览器记录给删掉。而张富看到这个消息不淡定，联想到刚刚有人报警说他家的天花板被楼上捅漏了，顿时觉得不妙。嗨，火速通知特警给我上，我们的同志可能有危险。许渊再次将目光看向了严谨。公平竞争，比不过我认了，但是你居然对我亲爱的侄儿进行恐吓，哼，你不会有好日子过的。你在说什么？许渊说完，举起了手中的棍球棒。你给我等着，我们一定会回来的。你叫许渊是吧？表演很精彩，我决定这个角色就你了。许渊还在悲伤的时候，导演黄国神情很是兴奋，像是发现了什么宝藏一般。一旁的编剧陶超面色一变：导演，冷静一点啊！这个人难道你就不觉得有问题吗？刚刚那样子根本不像是演的。然而黄国根本没有理会，平日里被副导演给压了一头，现在编剧还要在自己头上撒尿。你懂什么？没有人比他更符合这个角色了。说着，黄国眼神中闪烁着期望的光芒。此时的黄国脑海中总有偶像成功，迎娶白富美呀！感谢导演，终于有人看到我的演技了。请问到时我是要怎么演？是变态一点，还是暴力一点，或者深沉一点，像个大 boss 一样？不用了，你本色出演就行。特警破门而入，团团把这里给围了起来。里面的人听着，你们已经被包围，赶快举手投降，把人质给放了，我们争取给你宽大处理。导演见状忙出来打圆场。特警同志误会了，这是我新招的演员啊，刚才在试戏太投入了。特警看了看，觉得好像还真是那么回事。那你们小声点，记得赔偿楼下的损失。是，下次一定注意，麻烦了警官。许渊坐在表哥的副驾，还在回味刚才的表演。你刚刚那表演都把人家延续给吓晕了，延续可是人家副导演的侄子。你为什么要用疑惑的语气？那就是表演，怎么说我也是表演专业的，演得像一点不是很正常。再说了，管他啥副导演的侄子，这个剧组又不是副导演说了算。哈哈，不聊这个。唐杰干笑了一声，扯开了话题，有些话太不太好，或者不太敢说出口，那他们根本就不像是演的呀。严重怀疑这小子出国之后是不是跟某肤色的人一起干了什么事。唐杰把许渊送到了住所，许渊住的是一间普通出租屋，位置很偏僻，周围都是一些小巷子。小帅哥，你要干嘛去呀？治安自然是不用说了，什么精神小伙、社会渣子，就经常来这里游荡。城里人晚上都是不敢来这里的。昏暗的街道，一闪一闪的路灯，还没啥监控，是个犯罪的好地方。
等等，自己为啥会这么想？我可是良好市民，怎么能犯法？一定是因为接了这个角色，下意识的代入了。哎，自己真是一位敬业的好演员啊！刚这么想，就在不远处的小巷子中听到了一声女孩尖叫。作为娱乐圈的艺人悍匪，每天防的不是狗仔，而是警察。只因我悍匪演得过于逼真，被严重怀疑本色出演。阿 Sir， 我真是个演员啊！昏暗的街道，一闪一闪的路灯，还没啥监控，是个犯罪的好地方。等等，自己为啥会这么想？我可是良好市民，怎么能犯法？刚这么想着，就在不远处的小巷子中听到了一声女孩尖叫。有3个瘦瘦，差不多跟延续是一个货色的男子，将一位拿着手机的女孩逼到了墙角。你们不要过来啊！我可是主播，开着直播的，直播间好几百万人看着呢。好几百万啊！我看看，我还想上个电视呢。你叫破喉咙都没有人来救你的。破喉咙。见到对方根本不吃这一套，女孩子慌了，刚想要打电话报警，但是对方的手立马就伸了过来。就在要快触碰到的那一刻，只见一位戴着口罩、戴着帽子，只露出一双阴森的眼睛男子正朝着他们一步一步走来，目光阴冷至极，身形高大，而且手中握着一把扳手。特别是当那昏黄且闪烁灯光打在了那人的身后，3人看着那人手中的扳手，他们似乎已经感受到了死亡的危机感。大哥，这怎么办？他好像比我们更牛逼。还能怎么办？快跑啊！而此时的女孩看到又出现一个无比恐怖的黑夜虾人，也立马吓晕了过去。啧，没意思。许渊一脸无趣的摘下了口罩和帽子，毕竟马上要出演一部电影的重要角色，就成为明星大腕了，肯定是要谨慎一些，不然以后爆出什么黑料就不好了。结果没想到自己只是稍微吓一下，对面就跑了。许渊无奈看了女孩一下呼吸，还活着，只是晕倒了而已。凑近一看，许渊发现这个女孩还是挺漂亮的，五官精致。许渊左右看了看，将手伸向了那位女孩身旁掉落在地上的手机，放到女孩的口袋里，然后扛着她走向附近的公安局。然而他不知道的是，女孩手中的手机一直都是开着直播的。女孩名叫草莓熊熊，是一名有着100多万粉丝的游戏主播。此时直播上千人，最后一幕还停留在许渊看着他们露出了恶魔般的微笑，然后直播就停止了。第二天，惠德美超市，黄渤导演已提前包下了2天，用来拍摄女主和抢劫犯头子的对抗一场戏份，但是现在还没轮到许渊上场。没办法，昨天得到了一个重要角色不说，还做了一件好人好事，想必那个姑娘都快感动死了吧。许渊正想着，突然注意到正在小心翼翼从他身后经过的编剧陶超。嗨，编剧大哥，怎么了，旭哥？陶超心里暗骂着，昨天近距离观看了许渊那个恐怖表演的，属实是给他吓着了。他也是反对许渊来饰演的这个抢劫犯的，甚至反对许渊进组，太吓人了。但是他不敢明面说，怕在回家的路上被嘎了。而许渊看到陶超是很兴奋的。哎呀，什么许哥，陶大哥叫我小许就好了。其实叫住你，我就是觉得有些剧情不太合理，也不知道对不对，想请教一下您。许渊看着外界都说编剧这种都是有些文人的高傲的，很不喜欢其他人对他的剧本指手画脚，因此许渊尽量将自己的态度放得低一点。什么请教？陶超神情很不满。许渊表情一愣，还以为什么地方得罪了，刚准备找补一下，陶超接着说道：这叫探讨剧情，作为编剧，这是我最开心的事情，下次可不能这么说了，许哥。再怎么说自己也只是个编剧，就算再怎么了解，那也只是业余的，而人家职业的，不能拿自己的兴趣爱好挑战人家吃饭的家伙。对了，陶哥，等下抢楼下珠宝店的剧情，等下就要开拍了，你找导演吧，我还有事。说完，陶超就连忙拿着剧本跑了。许渊又看了一下手中的道具刀，想了想，跑去找到了道具的负责人。这位大哥，等一下。负责道具的是一个看起来比较凶狠的男子，眼神很是不爽，上下打量了一下许渊，有些疑惑。他昨天并没有参与选角，所以他并不知道许渊是这样的。我觉得去抢劫超市，抢劫犯应该带点钝器，比如棒球棍啥的，特别是这种大型超市，而且还是头子的任务，怎么可能用小刀呢？您看有没有棒球棍或者锤子什么的？许渊搓着手，态度很和善。然而帽子男很是不满的说道：你是谁？哪个组的？来指挥我？你演什么的？爱演不演？许渊一愣，没有动气，只是默默从一旁的箱子中拿出一根棒球棍。我就想要这种，咋东西方便？大哥，小弟有眼不识泰山，我改还不行吗？许哥，原来你在这里，马上就要到你上场了。刚才编剧和我说了，你对剧本有点不满意，你完全可以不用按照剧本，就本色出演就行。你叫唐杰是吧？没错。怎么了，副导演？那个许渊是你的表弟？没错。是这样的，你也是跟着我们剧组有些时间了，工作很努力，我和导演都看在眼里。门是虚掩着的，并没有完全关上。许渊透过缝隙看到了自家表哥，还有副导演严健。严健一脸蛊惑的说道：还有你表弟许渊，表现都很好，所以导演叫我请大家，当然不只是你，还有剧组许多人一起上3楼。上3楼？哎呀，就是潇洒的地方了。哦，这样啊，导演，我去不了。为什么？严健脸一下都沉了下来。是这样的，了解我的都知道，我喜欢买娃娃，对于真实的不感兴趣。严健打死也没想到自己手底下居然还有这种人才。
门外的许渊听得都惊呆了，自己表哥从小就是特立独行，丝毫不掩饰自己是个蛇皮的本性，但是没想到居然这么人才。如果你不来那就算了吧，你的表……严剑还没说完，唐杰打断道：“严导，有件事想要你帮忙。”什么？我觉得晚上我俩可以和我娃娃一起交流一下。看到唐杰那变态的神情，卧槽，广啊！严剑一把推开唐杰，一脸惊恐，打开门就往外面冲。结果刚打开门，就看到了一双嗜血的眼神。严剑头一歪，晕倒了。作为娱乐圈的艺员悍匪眼，每天防的不是狗仔，而是警察。只因我悍匪眼过于逼真，被严重怀疑本色出演。啊 Sir， 我真是个演员啊！没想到拍个抢劫珠宝店的戏份，竟然遇到了真的抢劫犯。不是说要拍什么抢劫吗？怎么还没来啊？就是，我都要睡着了。珠宝店的员工正抱怨着的时候，突然有2个面色凶狠的男子朝着他们走来。大姐，把你们所有值钱的东西都装到袋子里去。他们一愣，但并不知道这2个抢劫犯竟然是真的。你们怎么搞的？怎么这么晚才来？快点开始吧！此时的劫匪也愣住了，没想到自己第一次出来抢劫，居然会那么容易。在一旁的小弟也懵了，连忙问道：“大哥，你说这会不会是警察的圈套，在等着我们上钩呢？”不管那么多了，快点把值钱的东西都拿走。随后，2人秋风扫落叶一般，将柜台里的钻戒项链全部一扫而空。而此刻外面的剧组看着屏幕上的这一切，懵了，全程用了2分钟都不到，居然就抢完了。编剧陶超脸色一白：“导演，这是真的吧？这肯定是真的吧？哪个假的能这么熟练啊？全程都没反应过来，就洗劫一空了，这么快？”然而黄渤导演却是一脸兴奋：“可以呀，这一套丝滑小连招很熟练，我赌这一段以后肯定要纳入电影教材的，要火了我。”此时的黄渤导演也赶过来了，把劫匪给吓了一跳，自己正在抢劫呢，别人不应该都在害怕吗？怎么还有人笑嘻嘻的过来？好了，这一幕非常棒，可以准备下一场了。老子抢劫还用得着你来评论？太不拿我们当回事了吧？黄渤导演的笑容一下子消失了，没想到一个小小的跑龙套敢和自己这样说话。群头，你给我滚过来，看你找的龙套怎么回事。而大哥不淡定了：“我一而再再而三的容忍你们真拿我当小卡拉蜜啊？那就都别活了。”说着大哥拿出武器：“你们都别逼我！”哎呦，我尼玛呀！真拿我当你们的玩物了是吧？导演刚上前几步，屋顶的东西就掉了下来。这是真的！导演瞬间就不淡定，腿一下僵硬在原地，动弹不得，2腿之间瞬间就湿了。而派出所民警听到了枪声，翻阅了一下报备名单，附近的剧组并不会有枪战。紧急集合！目标惠德美超市，匪徒手里有枪，呼叫特警支援。里面的人听着，你们已经被包围了，不要负隅顽抗了，放下武器，坦白从宽才是你们最好的出路。商场里面的哼哈二将已经开始聚拢人质了，特警也没闲着，速降到了而此时的我已经开拍了，火急火燎的往珠宝店赶。这是我第一次演这么重要的角色，可不能掉队。当许渊赶到时，却发现劫匪换了一个人，直接大喊道：“导演啊，怎么劫匪换人了？这俩玩意能有我演的好？”说罢直接启动悍匪系统。而这时张富正好指挥着特警几梭子直接由于许渊看着凶残无比，身上挨了1吨的子弹，幸好有系统保命，要不然就凉了。你们是不是疯了？抢劫犯是他俩，你们打我干什么？我要投诉你们！许渊说完就晕倒了。隔天上午，许渊刚从医院醒来，就看见张富正盯着自己，许渊火气蹭的就冒起来。实在不好意思，刚刚和剧组核实了，而且他俩的枪上没有你的指纹，另外还有一个漂亮的女主播出面给你作证，这次的误会我会回去申请给你补偿的。第2天，剧本怎么能说改就改？许渊的戏份本来只有1/5不到的，抢完超市就该结束的，你居然还给他加个抢银行的戏份，而且还是从后面加到前面的。对呀，可是许渊就是一个新人，刚开始怎么可能让他担这么多的戏份？没有卖点，我不同意。那让你那个侄子了，他就有了。你什么意思？严剑神情一下子就冷了，冷冷的说道：“你知道这部剧的钱从哪里来的吗？但是我才是导演。你会后悔的，黄渤。”严剑冷哼一声，坐到了一旁。黄渤则是一脸阴沉，一言不发。现场的气氛一下子就冷了下来，周围的人都不知道该咋办。现在是导演和副导演之间的吵架，他们还能咋办？不太妙啊！唐杰叹了一口气，许渊疑惑的看向他：“咋了？”别忘了，严剑的老婆可是这部剧的投资方，一个副导演再加上投资方，别说加戏份了，就算是换主演都可以了。导演有的时候权力真的没那么大的，也就因为黄渤导演知名了，换个其他人，现在只能乖乖听话了。唐杰话音刚落，黄渤就接了个电话。什么？你要换人？不可能，前面都已经拍好了，哪里能说换就换？撤资都开拍了，你说撤资？黄渤面色纠结，许渊算是看出来了，主要问题还是在他这个家的戏份上面。因为昨天和陶超说了一嘴之后，陶超就和黄渤准备是给许渊这个角色进行一个升级，再加一个大戏份。这原本是后面的一个角色的情节，接在了许渊这个角色身上，而那个角色正巧是严剑的表弟的一个角色。
许渊嘴角有些抽搐，眼见这太离谱了。本来如果没有这段戏份，许渊也不觉得有啥，但是现在是已经有这个戏份的情况下，被颜见给搅黄了，光是想一想就十分让人不爽。可是自己偏偏没有啥办法，毕竟系统也不是啥神豪系统，可以直接自己成为投资方。这是什么破系统啊？给我悍匪系统有什么用啊？而这个时候，黄渤也像是下定了决心，站起来大声宣布道：剧本不变，正常开拍，抢银行。颜见一下子就僵住了，也站起来走到黄渤身边，阴沉的说道：你是想要被我们撤资？撤资那就撤吧，反正签了合同，你们也是要赔钱的。再说了，这么多年我又不是没有钱，给你表弟安排一个重要角色就差不多可以了。至于戏份什么的，这是我这个导演管事，哪里能有你这个副导演指手画脚？而听到开拍的消息，在场的人也不由一怔，知名导演还是牛的，硬气。唐杰听到黄渤这么说，就知道事情的结果了。许渊也是点了点头，又能继续当抢劫犯了，不对，又可以继续演抢劫犯了。而黄渤也开始讲述今天的主要要拍的。今天的主要内容就是许渊带着小弟们抢劫银行，这是让事态全面升级，让男主女主一起办案，抓捕许渊。因为有许渊这个有经验的人在，黄渤和陶超剧情方面反而要请教许渊。与此同时，刑警大队的张富和扫黄大队的赵安刚好休假，正准备一起吃个饭的，碰巧路过一家银行的时候，就看到熟悉的身影。哎，那不那个悍匪小子吗？他在这银行前面干什么？难道说他要抢银行？作为娱乐圈的艺人悍匪眼，每天防的不是狗仔，而是警察。只因我悍匪演得过于逼真，被严重怀疑本色出演。阿 Sir， 我真是个演员啊！与此同时，刑警大队的张富和扫黄大队的赵安刚好休假，正准备一起吃个饭的，碰巧路过一家银行的时候，就看到熟悉的身影。哎，那不那个悍匪小子吗？他在这银行前面干什么？难道说他要抢银行？许哥，所以抢银行要注意一些什么呀？要快，要果断。那我们有什么准备事项吗？当然探好金库位置，找好接应的人。如果有人反抗怎么办？那就给他一枪，杀鸡儆猴。还有什么细节吗？当然，抢劫可是技术活，我们需要做到。许哥，万一警察来了怎么办？不用怕，手中的人质就是你谈判的资本。不是许哥，我说现在警察来了怎么办？现在哪有？许渊刚话还没说完，他手上突然就多了一副手铐。许渊错愕的转过头，便看到两张熟悉的脸。好，抢银行是吧？杀鸡儆猴是吧？人质是吧？大庭广众之下聊这些是吧？赵安都给气笑了。如果是普通人，随便聊聊也就当吹牛算了。但是许渊不一样啊，有前科的呀！现在还在大庭广众之下教导他人抢银行，还谈判还虾仁，哪个正常人说的跟聊家常便饭一样？最关键的就是张富这个刑侦大队的都挑不出半点毛病，甚至感觉学到了很多。麻烦跟我们去局里走一趟。两位警官，这是干什么？考我干啥？我们在拍戏呢，我给他们讲讲细节。这时候黄渤也急忙走了出来。两位警察同志，我想这里是有误会的，许哥是我们剧组的人，讲拍银行的戏份呢。误会。张富打量了黄渤几眼，随后看到了周围的气息，皱了皱眉。你也跟我们一起去警局。说罢，张富给黄渤也赏了一个银手铐。昨天我接到报案，说这附近有个杀人狂魔，而现在这个许渊很可疑，请配合我们调查。而你我怀疑是他的同伙，拍戏只是借口。黄渤人麻了，拍个戏还能给自己拍进去吗？难道说许渊真的有问题？黄渤疑惑地看向许渊，不是，警察同志，我可疑啥呀？我幼儿园小红花都是贴满脸，上小学奖状也拿了不少，初中更是被评为3好学生，高中和大学虽然嚣张了一点，但还是好青年啊。最缺德的事就只有骗舍友说我谈恋爱了，然后天天去图书馆学习而已啊。什么事情在局里去说吧。在众人惊讶的目光下，许渊坐上了车走了。剧组现场顿时就懵了，今天主要拍的人被抓走就算了，导演咋也被抓了？那还拍个啥呀？姓名？许渊。性别？警官，你觉得我？性别？男。地址？三花街22号。张富看着手中关于许渊的资料，翻来覆去的仔仔细细，从上到下的看了3、4遍。如实说出来，你犯过什么罪？我可以适当给你降低惩罚。许渊绞尽脑子想了想，试探性说道：早高峰地铁上，顺手把别人手抓饼里的烤肠扯出来吃了算吗？为什么要抓别人烤肠？你知道手抓饼没有烤肠就好比吃肉不吃蒜吗？就好比吃火锅没有蘸料吗？能不能立马给人家道歉啊？对不起，警察同志，我马上道歉。还有什么？舍友做手工活的时候，我不该掀帘子。你是狗吧？那玩大乱斗一个人偷偷用治疗，狗都不如。喂，警察同志不带这样骂人的。不好意思，我情不自禁，但你是真的狗。张富揉了揉额头，仔细问了半天，他也没有调查出什么东西来，忍不住侧过头问向身旁的警察：你确定没有调查错？没有，确实没有任何犯罪记录，亲戚也都没有犯罪记录，证的不能再证了。这家伙难道入侵了我们警察的资料系统？张富对于许渊怀疑都快到天上了，结果你告诉他没问题，他一时间都要分不清没问题，他该开心还是不开心。不过最终没有调查出什么，张富还是放了许渊。不好意思，耽误你那么多时间，有空请你吃个饭。没事没事，也是为人民群众服务嘛，下次可别误会我了。许渊摆了摆手。对了，我导演呢？
先放他回去了，应该比你早走了。看着许渊脚步轻快地走了出去，张父陷入了沉思。那个许渊真没啥事啊？赵安走了过来，好奇地问道。调查了，确实没什么问题。我去，怎么看都是有问题的。我也是这么觉得，我直觉都觉得这个人很危险，但是偏偏可能是上次娃娃事件让我们多心了。不过我还是觉得不对劲，提防着点吧。好，你那边咋样？听说背后那个搞黄色产业的老大还没揪出来？还没有。许渊打了个车，就又回到了剧组。一回到剧组，就看到严剑扬眉吐气的大声对着黄渤说道：“黄渤导演啊，总是喜欢意气用事，完全不顾我们的想法，这样是不行的。你看，人都被警察抓走了吧？我一看那个许渊就不是什么好东西。”说着说着，突然感觉周围热烈的气氛一下子就没了。严剑顺着众人的目光看去，严剑震惊地看着完好无损出现在他面前的许渊。你出狱了？许渊没有回答，露出了洁白的牙齿，说道：“回家要注意安全哦。作为娱乐圈的艺人，每天防的不是狗仔，而是警察。只因我悍匪演得不如逼真，被严重怀疑堵塞出了门。阿 Sir， 我真是个演员啊！黄渤导演啊，总是喜欢意气用事，完全不顾我们的想法，这样是不行的。你看，人都被警察抓走了吧？我一看那个许渊就不是什么好东西。”说着说着，突然感觉周围热烈的气氛一下子就没了。严剑顺着众人的目光看去，严剑震惊地看着完好无损出现在他面前的许渊。你出狱了？许渊没有回答，露出了洁白的牙齿，说道：“回家要注意安全哦。”再对我剧组也就正常运行。而这个时候，林岩找到许渊，好奇地问道：“咦，警察咋把你放回来了？”林姐就不要调侃我了吧？哎，我也搞不懂，我这么善良的一个人，咋就总是被怀疑？哎，看着许渊唉声叹气的模样，林岩轻笑一声。当当你对严导的时候，可没看出有多善良。哎，人善被人欺，马善被人骑，适当展示出自己的锋芒才对。你倒是道理多得很，不过你还是小心点吧。严剑这个人在圈内有着不少的人脉，而且老婆还很有钱，得罪得太死可不好。你看他现在可能就在想着怎么弄你呢。这时许渊看到严剑在和严旭小声的交流什么。小旭啊，这个许渊我真的是忍不了，你能不能安排一下？安排不了啊，叔叔，我去了要被反下。你是蠢吗？就你这瘦胳膊瘦腿的，去了不是送。我的意思是，你不是兄弟多吗？去教训一下许渊就行了。这个没问题，我把宋哥叫上。管你什么哥，反正教训一下，让他懂点事，搞得我现在都不敢回家了，生怕这小子给我来一下子。叔叔，你还真别说，我感觉这个许渊指定不对劲。哪里不对劲？严剑突然眼前一亮，谁家好人会这样？我也觉得，你去好好调查一下，看看有没有什么把柄。怎么又是我啊，叔叔？晚上我还和小美有约呢。你是蠢货吗？你那个什么小美长啥样？叔叔给你介绍10个比她还好看的，只要你事情办妥了。真的吗，叔叔？废话，骗你干啥？对了，你还在读大学是吧？是啊。你们学校有没有什么好看的女生？当然有啊，我喜欢的那个小美也才只是班花，比她漂亮的还有好多呢。说到这个，严旭就来兴趣了，刚准备细数一下的，严剑就直接打断道：“通通推给我，介绍一下。”我靠，你要和我抢啊？老牛吃嫩草。去你丫的，老子还用跟你抢？废话那么多干什么？反正你做好这几件事先，放心吧，不会亏待你。这部电影没有我点头，还想正常发布，这个许渊也配当这么重要的角色？是你的，始终是你的。严剑眼神中闪过一丝怒意，看着一边嬉笑的许渊说道：“我会让他们这一切都白费的。”在许渊这个具有丰富经验的情况下，抢银行的戏份很快就结束了。随后许渊路过一家沙县大饭店，便走了进去，忽然就看到了一旁的刑侦大队队长张富和扫黄大队队长赵安。许渊一个箭步跑上前：“警察同志，你可是要说过请我吃饭的？”许渊笑嘻嘻的说道。张富抽了抽嘴角，他只是客套一下，没想到这要巧就遇到许渊了。不过连续误会对方2次，他也不好意思，便邀请他坐了过来。老板，来一份猪脚饭加个鸭腿，再加2颗卤蛋。对了，还要1瓶豆奶，1笼饺子。张富震惊的看着他：“你小子还真不客气啊！”哎，就是因为客气才这样点，要是点少了，万一张警官觉得我不给面子又给我抓了怎么办？张富无奈的摇了摇头，这小子还记仇吗？与此同时，严旭正跟着一个身材高大、头发5颜6色的男子说道：“宋哥，我打听好了，这里就是那个许渊回家的必经之路，在这里肯定能蹲到。”这个许渊是什么来头？就一个外地佬来的，惹了我叔叔，还想威胁我叔叔。这样啊，行吧，那我就微微出手吧。宋二露出了自信的笑容。嘿嘿，您可是我们东海一霸啊，只要您出手，就没有解决不了的。咦，夸张了，夸张了，我也是拿钱办事吗？而此时身后宋二的其他小弟却有些担心。大哥，这里好像就是星仔他们说有杀人狂魔的地方。听到他们这么说，宋二一愣，见严旭看着自己，又摆了摆手。都是谣言，我们这么多人，还有武器，管他什么杀人犯什么悍匪的，就算是警察，那我也不怕。来了，宋哥，许渊来了。严旭突然说道：“那个最高的就是许渊。”呵，就交给我们吧。宋二哈哈大笑，就朝着许渊走去。
等等，他身边那2个我咋看着有点眼熟？你听说了吗？昨天凌晨好像有人说这里有个变态杀人狂魔呢。真的假的？骗你干啥？好多知道呢。听说把一个路过的小姑娘都给吓晕了。听说就住在这附近，专门挑人瞎呢，戴着个帽子和口罩的，手里还有凶器。听到这些话，许渊是懵了，自己家附近啥时候出现这种人物了？他咋不知道？在他这边营业，问过他了吗？技术过关吗？别侮辱了悍匪的名声。还没等许渊愤慨，他身边的2位警察同志眼神却不对劲了。就在这条街，还住在这里，还是气势凶狠，虾人、连环虾人等因素组合起来。张父忍不住问道：你家几口人？对于虾人犯你是怎么看？如果遇到有人想要欺凌弱小，你的想法是瞎了他吗？喜不喜欢赌博？是不是欠钱了？家里人是不是欠钱需要你帮忙？大学学什么专业？是不是还有其他副业？就在许渊被审问的时候，忽然5、6个人拿着棍子就朝着许渊3人冲来。许渊一惊，下意识的想要掏出特制的螺丝刀，狠狠的修理这些人一顿。然而张父和赵安反应速度更快，直接将许渊护在身后，大声说道：你们要干什么？你俩特么谁啊？哪个道上的？问你个头啊！把你后面那个人交出来，我要让他好好听话听话。听到这个话，张父和赵安脸顿时就黑了，居然还有人敢对警察这样做。作为娱乐圈的艺人悍匪，每天防的不是狗仔是警察，只因我悍匪演的过于逼真，被严重怀疑堵塞罪名。阿 Sir， 我真是个演员啊！你敢相信吗？居然有小混混敢在2位警察队长面前叫嚣。你俩特么谁啊？哪个道上的？问你个头啊！把你后面那个人交出来，我要让他好好听话听话。听到这个话，张父和赵安脸顿时就黑了。你们知道袭警是什么罪吗？袭警？宋儿一愣，延续这家伙也没告诉我还有警察啊。而延续看着2人的脸，一直感觉有点眼熟。现在听到这个话，再看到许渊，突然想起来，这特么不是把许渊带走的那2位警察吗？他们怎么和许渊走在了一起？一时间，延续脑中闪过了1万种可能，但是事情的发展已经来不及他多想了。突然，宋儿有个小弟神色大变。宋哥，完蛋了，他是扫黄大队的队长赵安啊！你咋知道的？宋儿心中一惊，因为我爷爷就被他抓进去过。哦，那难怪。等等，你爷爷多大了？7、80了吧？如此老当益壮啊，佩服。宋哥，现在不是聊这些的时候吧？延续看着2人对话，感觉血压都要上来了。哦了，对，我去，还真是警察，那怎么办？还能怎么办？跟我们走一趟吧。随着咔嚓一声，宋儿就已经被铐上了。其他小弟想要跑，赵安直接沉声说道：这附近有监控，现在跑了，后果你们是知道的。听到这话，这些小混混哪里还有勇气跑，只能乖乖就范了。至于延续，则被许渊狠狠地锁住了。报告警察同志，我已经控制住犯人，请该如何处置？延续人都傻了，他真的搞不懂为什么许渊会和2位队长走在一起，还那么亲密。他只是想要教训一下许渊而已啊，结果还把自己送进局子。很快，随着赵安的一个电话，就有几辆警车来了，把宋儿、延续一伙人给押了上去。警察同志，随时欢迎来我家做客呀，茶水管够。许渊刚到家，脑中机械的声音响起：恭喜苏主人弃子已达标，解锁新头衔飙车党。许渊满头问号，这系统不做人事啊，这是自己是个演员，就不能给我个神级演戏啥的吗？实在不行给个神，让我出道当爱豆，随便开个演唱会，就有一堆人穿婚纱来嚷嚷着嫁给青春啊，偏偏给个飙车党啊，这不是让我在犯罪的道路上渐行渐远吗？许渊叹了一口气，这时一条消息突然弹出来。菜吗？许渊看着这个名字，感觉很熟悉。随后的一条消息让许渊想到了，原来是那天晚上在街道上救到的女孩。随后许渊回复道：不出意外的话，今后几10年我都在。重新认识一下，我叫江小小。许渊，你的名字还挺好听的。你喜欢的话去公安局改成一样的就好。屏幕外，穿着睡裙的江小小一脸疑惑。这个许渊咋跟网上看到的不一样啊？这怎么聊啊？没道理啊！自己这种美少女，难道她不应该更加主动吗？许渊的话属实是把他打击到了。沉默了一会后，江小小也索性破罐子破摔了。你啥时候有空了？想约你拍个视频。发自制还是自拍偷拍呀？我的脸会打码吗？江小小一脸无语，本来对许渊很有好感，没想到竟然是这样的人。随后许渊说道：可以拍视频，不过我看看啥时候有空。接下来的日子，许渊自然就是一路跟着黄渤拍戏。许渊拍完今天的戏份，刚准备找唐杰要份盒饭，结果就看见严剑拉着许渊上次见过的那个女生去了休息室。这个家伙又在干什么坏事？许渊算是看透了，这个剧组大部分事情都是黄渤在做，而严剑是相当的休闲，偶尔就拉个男的或者拉个女的去聊天。许渊悄悄跟了过去。许渊站在门口，听着里面的对话，知道了那个女生的信息。她的名字叫做孙媛媛，是刚毕业的大学生，家庭并不富裕，因为找不到工作，只能来片场干一些杂活。长得不错，比较甜妹，比较耐看那种。圆圆啊，上次跟你说的事考虑的怎么样？只需要1天就可以赚你1个月的钱哦，只需要陪客人而已，赚点快钱，陪完我保证你给你加薪，再也不找你。房间里沉默了一会。好的，严导，我去。好，那等你下班之后就跟我来吧，今晚就开始吧。今晚？当然。
女生轻松的活，而且还是晚上，还是陪人，这想都不用想是干什么的。这玩意就跟女装一样，只有零次和无数次，哪有那么容易脱身呢？颜剑这个老家伙真是不要脸。二人交谈完后就走了出来，许渊躲在了一边，看着颜剑那得意的背影，陷入了沉思。到了晚上，只见颜剑身后跟着孙媛媛上了一辆车，许渊连忙拦下一辆出租车，师傅，麻烦跟上前面那辆车。小伙子，让我跟着前面的车干什么？那女是我朋友老婆，我朋友出差了，我看看咋回事。兄弟，要想生活过得去，头上必须带点绿啊！坐稳了。到地方后，许渊仔细观察了一下周围，这家盲人按摩店对面是夜店，旁边是2家旅馆。如果许渊没猜错的话，可能这3家是连通的。许渊没记错的话，200-300米外还有一个很多娱乐场所的地方 ，KTV、酒吧、网吧等地方。这位置根据许渊多年，不是根据系统给的老瓢虫这个技能，这是一个绝佳的位置，难怪没有跟上。许渊刚准备回家的时候，手机突然响了。啥时候一起录视频呀？就是之前直播那种恐怖的东西好像很受欢迎哎，所以想着弄个探险的，但是我一个人又怕还不安全，所以懂你意思，就今晚吧，位置发来，我去找你。作为娱乐圈的艺人悍匪，每天防的不是狗仔，而是警察。只因我悍匪演的过于逼真，被严重怀疑堵塞出门。阿 Sir， 我真是个演员啊！东西带了吗？带了。你要微型摄像头干啥？江小小从口袋里包包里掏出了一个微型摄像头。许渊微微一笑，而江小小眼前却一亮。夜晚来临，这街上的人流量也开始多了起来。不是说要来抓人吗？怎么来这个按摩店？开始前要按摩一下吗？许渊一听就知道自己说的对方并没有仔细听。待会进去你别说话，交给我就行了，记得开直播。许渊带着江小小走了进去。进去的那一刻，许渊整个人气质就变了，看起来胆小又有些惧怕什么，神神鬼鬼，眼神中还带着许多轻佻。是有人来了吗？男子疑惑地转过头，但没有睁眼。许渊打量了一下，矮矮胖胖的，闭着眼睛，手拿一条毛巾。听到男子的话，从房间里面走出来一个秃头、瘦瘦高高的男人，好奇地看着许渊还有他身旁的江小小。2位客人您好，请问需要什么帮助吗？许渊先是扫了他一眼，随后看了一眼店内的环境，走过去，低声说道：“我来喝茶的。”听到这个词，秃头男一愣，震惊地打量了一下许渊。不好意思，先生，我们这里是按摩店，只有白开水哦，要我给您倒一杯吗？秃头男指了指一旁的饮水机。许渊皱了皱眉，面露不满。我说了，我要喝茶，你这里有什么茶？店。正在秃头男犹豫不决的时候，一位大肚男从身后一个隐蔽的房间走了出来。先是仔细打量了一下许渊，看了一眼许渊身旁的江小小，这才朝着秃头男点了点头，然后笑着说道：“老板你好，我是这里的经理，我们店有茶，不知道老板喜欢什么类型的茶叶，小酌还是？”呵呵。许渊冷笑一声，然后从钱包抽出几张红的，在面前晃了晃。有好茶吗？当然都是好茶，红的绿的都有，旧的新的都有。许渊顿时眼前一亮，面露喜色，问道：“你们的人自己种的，还是外面买的？”大肚男微微一笑，摇了摇头，没有回答。行吧，带我看看有什么茶。站在一边的江小小一脸不解：“不是来扫黄吗？怎么开始喝茶了？我能分一杯吗？”随后，五彩绚丽的灯光，一个长沙发，还有一个茶几，如同大厅一样。许渊搂着江小小，很自然地坐在了中间，翘着2郎腿，看了一眼桌面上的小本子，上面都是各种各样的女生，记录着她们的信息，比如3维啊，还有拿手绝活啥的。而大肚男，也就是经理，一直在观察着许渊的反应。一个普通的人看到这些的反应都是眼睛瞪大，脸红，好奇和难以置信，像是打开新世界的大门。而许渊却像一个熟客一样，对这些面无改色。随后大肚男小心翼翼地问道：“老板是第一次来本店吗？”许渊的长相实在是太年轻了，而且言行举止都是一副熟客模样，再加上最近扫得严重，导致大量顾客流失，不然他也不想冒这个险。之前在城西那边玩过，不太行，直接展示吧，别浪费时间。与此同时，东海市扫黄大队队里，赵安坐在队长办公室里不断的叹气。原本以为前不久扫了一窝就可以太平了，就可以跟局长吹一下自己的战绩了，结果还是被局长骂了，只因那一窝只是表面的，根本就没抓到重点，还有一伙人藏在后面。就在他苦恼的时候，一个小警员急冲冲的走进了办公室。队长，你看这个直播间。被打扰的赵安皱了皱眉，接过了手机，就看到一个直播，直播中一堆穿着暴露的女生正在排排站着。赵安眉头一皱，怒道：“你什么意思？就拿这个考验干部？你忘了你是干什么的？天天上班看这个？”“不是的，队长，你看这个地方不是很眼熟吗？而且这里有个人，好像就是上次您误会的那位。”“什么？”赵安皱了皱眉头，随后镜头突然一转，就看到画面中一道熟悉的身影出现。许渊，他怎么会在这里？赵安先是一惊，随后一喜。好，你小子终于被我抓到了吧？还说没有？还狡辩！上次让你逃脱，算你运气好。赵安兴奋地说道，随后连忙站了起来，立马叫人调查，这是哪里？10分钟之内我要得到消息。赵安就难掩眼中的兴奋，之前他就在扫黄现场遇到许渊的时候就感觉不对劲，扫黄多年的经验告诉他，许渊绝对是瓢虫，但是后来因为张富的原因，被带偏到了杀人犯这个范畴之内。现在果然他的判断没有错。此时的许渊皱着眉说道：“
你们就这些货色，还有没有新茶了？大肚腩见状，慌忙的说道。稍等一下，新茶我问问。这些天招来了好多新茶，不过也有很多老板来了，所以我也不知道这个时候还有没有。说完，经理也跟着走出了门。房间里一时间只剩下了许渊和江小小。怎么又说茶的事了？大人的事情，小孩不要打听。此时的警察局，赵安焦急地等待着具体位置。队长，已经找到了，位置就是我们之前盯上的重点场所——西街盲人按摩店。走，全体出动。很快，一位大妈推开门，笑眯眯地跟着许渊说道：“老板，这都是最近来的大学生，你看看。”许渊看了一眼这些女孩，内心不由得叹了一口气。年轻，没有化太浓的妆容，只是神情很紧张，也很局促。这些人目前看来还没有踏入那一步的深渊。还有就像是孙媛媛一样。只是许渊心底隐约有些不安，因为这些人之中都没有孙媛媛。许渊就知道不太妙。老板，要不要叫人帮你教一下？这2位都是新来的，什么都不懂。不用，我喜欢自己教。作为娱乐圈的艺人，每天防的不是狗仔，而是警察。只因我悍匪演得过于逼真，被严重怀疑堵塞入眼。阿 Sir， 我真是个演员啊！老板，要不要叫人帮你调教一下？这2位都是新来的，什么都不懂。不用，我喜欢自己调教。许渊的话让大妈猝不及防，而江小小也是被吓了一跳。调教是吧？还说你不是变态。江小小突然有些后悔自己这么草率答应许渊了，难道说自己真的要被许渊给调教了吗？想到这里，江小小不禁夹紧了双腿，紧张地看着许渊。许渊并没有察觉到有什么不对劲。记住我教你们的那些，好好把这位老板伺候好了，不然……大妈警告完之后，这才关门走人。你们2个都是第一次干这些的吗？2位女孩小心翼翼地回答道。好，那刚好可以好好调教调教了。许渊露出了邪恶的笑容。2位女孩咽了咽口水，很是紧张。你要怎么调教？一旁江小小好奇地问道。首先，我会让你们服从命令。2位女孩神情顿时就紧张了起来，不由得想到不可描述的画面。没错，现在我命令你们帮我打，没有我的命令不准停下。元神启动！你们给我好好干！3人一脸无语地看着许渊，跟你们差不多大的有几个？2个女孩一愣，许渊问这个干嘛？难道他们2个还不能满足许渊？还有10几个。你们都是大学生，为什么来这里？没钱了，而且这不能说。没事，我不会说出去的。2位女孩还是单纯的，刚开始很抗拒，许渊多忽悠了一会，也就问出来了。大概就是有一天，突然有一些男加上他们，先是说有赚钱的方法，然后就是通过一些不耻的手段威逼利诱。许渊叹了一口气，问道：“那你们有什么把柄在他们手中吗？”2位女孩点了点头。那你们知道你的其他姐妹去哪里了吗？2人摇了摇头。而此时在车上看着这一幕的赵安，则更加关心的是许渊和那2位姑娘的对话。他打听这个是为了什么？他真的是要去抓人？可是这样无异于是会打草惊蛇，更何况他还是开着直播，要是跑了我们的计划就落空了。许渊这个举动实在是太草率了。许渊和江小小在走廊里想要找到更多的线索的时候，突然听到的一声尖叫，这是孙媛媛。你怎么知道？江小小一脸不解。随后2人来到门前，江小小焦急地问道：“可是这个门该怎么打开？我们没有房卡啊。”这种门很好打开，我想想，传统锁用铁丝，电子锁用阻尼器，老房子的那些房间锁可以用卡片撬开。你还真会呀，这不是常识吗？江小小无话可说，不过还是好奇地问道：“你带铁丝了吗？”没带啊，带那玩意干啥？开门了。那我不成小偷了？许渊反问一句。可是，恭喜宿主遇到困难，可选择使用悍匪模板。这不就开了？江小小呆住了。好家伙，因为怕成为小偷，然后把门踹飞是吧？许渊看去，就看到2个惊呆的身影，其中一个女孩正是孙媛媛，另外一个是一个胖子。2人衣服是完整的。孙媛媛躲在床的另外一边，很是恐惧。那个胖子则是像是还没缓过神来一般，错愕地看着许渊。许渊二话没说，直接反手一个擒拿，然后螺丝刀就出现在胖子的脖子旁。想以后活蹦乱跳的就乖乖的不要说话了。许渊冷声说道。这一切都发生的太快了，无论是刚进来的江小小，还是一直都处于猛状态的孙媛媛，都被许渊的这个举动给惊住。孙媛媛咽了咽口水，这是刚脱苦海，又入火坑啊！你怎么不反抗啊？这么听话的吗？那啥，他可能是晕倒了。是吗？许渊站了起来，尴尬一笑，看来现在的人都太胆小了。外面的赵安看着许渊的直播，也一下子给吓呆住。许渊的这一套操作太行了，作为警察，他看的自然不可能只有动作。虽然许渊的这一套操作可能比特种兵还要丝滑，但是谁他妈按住之后会喊想以后活蹦乱跳的就乖乖的不要说话，这难道不是反派的词吗？不都是说不许动吗？赵安突然感觉自己不只是要扫黄了，可能还要呼叫武警部队的兄弟。不过现在更让他恼火的还是许渊这样的擅自行动。现在看来，许渊确实可能是要参与扫黄，并且带人出来，但是他这个举动不是妥妥的打草惊蛇吗？这个窝点他们扫黄大队已经盯着了，只是没动手，就是因为不想打草惊蛇了。
该死，这个许愿，都给我速度放快点，堵住各个路口，不要放走任何一个人。那个许愿很危险，抓捕的时候3个人为一个小队去。赵安拿着对讲机沉声说道：“你们怎么来了？来救你的。救我？我没遇到生命危险啊。话说你们咋找到这里来的？”他是这里的熟客，熟悉的不得了。孙媛媛震惊地问道：“你不会是为了跟这个男的一起抢我吧？”我看你脑子是不是被吓傻了？缺钱跟我们说，你在剧组里人缘不差，我们又不是不会帮。孙媛媛听了一愣，眼眶一红：“你是怎么来这里的？”许愿语气也柔和了很多。严导说给我介绍一份好工作，只要服务好一次这位大老板，就帮我把我妈的医药费给了，然后他就带我来了这里。有一位大妈就教导我们如何服务，还给我们拍了一些照片，说是作为抵押，防止逃跑。许愿听完，眉头紧皱，叹了一口气：“他们不会给你妈妈交医药费，这只是引诱你走向深渊罢了。”孙媛媛脸一白，刚准备说什么，门口却传来了动静。作为娱乐圈的艺人，每天防的不是狗仔，而是警察。只因我悍匪演的不如逼真，被严重怀疑堵塞入眼。阿 Sir， 我真是个演员啊！怎么回事？因为许愿踹门吸引来了不少人，好奇的探头看向房间里面。你们干嘛呢？一个动静差点给我吓萎了！你小子怎么回事？从围观的人中走出来一位满脸戾气的小混混，随后看向许愿那老老实实的样子，又没有纹身，又不染头发，这不就是学校的乖学生吗？这种人凭什么能够拥有这么漂亮的2个女的？好啊，给老子道歉，打扰到老子。话还没说完，许渊就率先出手，直接一把抓住了对方的拿着，往怀里一拉，然后小刀就出现在了他的手中，抵在了混混的脖子旁。打扰到老子，孔子就不好了，不要打打吓吓。没想到2级反转来的这么快，他都还没有反应过来。关键是，他才看到脚边还倒着一位胖子，脸直接都白了。他虽然玩刀，但也只是唬人而已啊，哪里真敢杀人啊？难道你妈没教过你不能随便拿？让一下，让一下，发生什么了？而这个时候，大肚经理努力地推开了周围的人，抬头一看，就对视上了许渊那嗜血又恐怖的眼神。再看到许渊手上的刀，双腿不禁一软。保安呢？保安在哪里？你冷静一点，冷静。经理冷汗都出来了，搞黄归搞黄，要是嘎人了，麻烦可就大了。过去吧，别在这里碍眼。混混如蒙大赦，连滚带爬的朝着经理跑去，一脸的惊恐。你们老板呢？我觉得这种事情需要严肃处理，叫你们老板来，我跟他交谈一下。经理，保安来了。有服务员激动地说道。只见4个保安跑了过来，手里还拿着防爆的武器。经理顿时就有了底气。你也配让我叫我们老板？你算什么东西？说完之后，又对着来的保安说：“把他给我拿下！敢在我们店乱来，早就看你小子不对劲了。”4个保安听到经理的指示，拿着防爆盾朝着许渊步步紧逼。许渊身旁的孙媛媛和江小小顿时就紧张了起来。许渊他只是来救人的，救完人我们就走。救人？你是说在我的地盘来救人？4位保安见状也就不再犹豫，都朝着许渊扑来。哥，我错了。经理更是张大嘴巴，一时间不知道说什么好。一个人怎么流畅的解决4个保安？这也太离谱了吧！经理下意识的想要逃跑，但是一道恶魔的低语传来：“我看谁敢动，我再给你一次机会。你们老板在哪里？”而此时，特警破门而入，团团把这里给围了起来。里面的人听着，你们已经被包围，赶快举手投降，把人质给放了，我们争取给你宽大处理。警察同志，这是误会，这都是误会，我只是在和他们玩过家家。听到这些话，赵安一脸无语。按摩店最深处，一个偌大的办公室内，哈哈哈，严老板果然是厉害，从哪里找到的那么好的货色？坐在沙发上翘着2郎腿的严健，神情很是得意。那些大学生，老板们满意吗？见了之后都相当满意啊。他们说，要是自己亲自去的话，还要费不少功夫呢，在严老板这里省时省力。严健身旁一个谄媚戴着眼镜、梳着背头的人搓着手，小声说道：“那就行，让那些人好好配合，不然……”严健露出了一丝冷笑，手里把玩着一个 U 盘。那些照片我可就要发给他们的家人，还有学校论坛了。眼镜男叹息说道：“有那些照片，他们都很听话的，甚至还不用给钱。最近抓的严，这些越来越不好搞了，这些大老板就更加不会稀罕来我们这里了。”没事，熬过这段时间就可以了。再说了，如果不是为了这次合同，我也不想要冒这么大的风险。每个房间的摄像头都安排好没？很隐蔽。那就好，我怕那几个家伙反悔，没点把柄在手中不放心啊。严健想了想。对了，那个叫孙媛媛的说，今天赔完就想要拿医药费。医药费，我记得要差不多5、6万吧。严健冷笑一声，一次就5万，他的10箱赚了啊！好好给我干满1个月再说，反正到时候随便打发点就算了，只要吴老板他们同意。那是，只要那7位老板肯合作，严老板的下一部电影肯定大红大紫，超越那的黄国绝对没有问题。庸俗了，那黄国算什么东西？票房这东西，我随便找几个流量明星拍一拍就超过他了，没啥意思。主要是之后还要成立公司，好让我脱离。严健话还没说完，一道急匆匆的身影就跑了进来。老板，大事不好了，有人闯进来了。
不会让保安给他弄出去吗？保安都被他打倒了，关键是他还开着直播。严剑顿时就站了起来，接过手机一看，便见到了自家经理颤颤巍巍地报出了他办公室的位置，而周围躺着4个保安。最关键，他还看见这次最重要的吴老板也躺在了地上，而做出这一切的居然是许诺。严剑惊了，怎么会是他？怎么可能？忽然，严剑似乎听到了警笛声，不好，警察来了！收拾东西，快点走，千万不要留下有关我的东西。请把阴霾全部给我擦擦擦！大香蕉，一条大香蕉，你的感觉真的很奇妙，飘呀飘，摇呀摇，你的感觉神魂颠倒。作为娱乐圈的艺人悍匪，每天防的不是狗仔，而是警察。只因我悍匪演得过于逼真，被严重怀疑本色出演。阿 Sir， 我真是个演员啊！许愿呢？赵安急冲冲地带着人冲进了严剑的办公室，却只看到那些倒在地上的眼镜男，好像是朝着象山走去了。身旁的警察连忙回答道：“坏了，快点，我们跟上。”此时在象山上，许渊却神情淡漠，一步步地朝严剑走去。这视线让前面跑的严剑鸡皮疙瘩止不住地冒出。你不要过来，不然我要打电话报警了。你可是不乖哦，让你不要动，你跑那么远。此时的许渊露出恶魔般的微笑，严剑腿一下僵硬在原地，动弹不得，两腿之间瞬间就湿了。此时警笛声响起，许渊一喜，连忙站了起来。站住，不许动！赵安看着地上躺着不动的严剑，又看了看许渊恐怖的眼神。你把他怎么了？冤枉啊，阿 Sir， 我什么也没干啊，他就自己躺在地上了。那你刚刚蹲在旁边想要干嘛？我只是看看是不是装的。严剑这家伙可是老滑头啊！我看你才是老滑头，先跟我回一趟局里再说。坦白从宽，抗拒从严，你到底吓了几个人？我没有吓人。是的，精神病都说自己没有精神病。许渊不敢说话，生怕中了陷阱，反手给他来个证据确凿，给他关进去了。好了，开玩笑的，我们并没有找到你吓人的证据。吓死我了，多谢。许渊点了点头，随后连忙反应了过来，不对，我没有吓人。没试探你，这次多亏你了。小事，见义勇为而已。赵安怎么都想不通，一个20来岁的小伙子会对行业黑话那么熟练，身手还那么厉害，难道真是天赋异禀？那些人怎么样了？那个严剑吗？已经送去医院了。经过调查，这家伙靠着这个盈利已经好几百万了。对了，我怀疑他们还涉及其他产业，我觉得你可以问问那些女生。赵安愣了愣，点点头。孙媛媛呢？江小小呢？孙媛媛安顿好了，她母亲病重，我们让她收拾一下，给她送去了医院，帮她垫了医药费。江小小就做了一下笔录，帮她回去了。那些女孩呢？都安置好了，经常在这里工作的，我们依法处置。像是那些刚进来被骗的大学生，我们也遣散了，将威胁的证据全部删除了。许渊也就放下心了，至少这次行动还是可以说是圆满成功的。队长，局长找你。一个小警员走了进来。我知道了。赵安回复完了之后，对许渊说道：“行吧，你办一下手续就可以出去了。我联系了你亲戚来接你了，忘记说了，有关你这次的事情，警局还在商讨有关你的奖赏。虽然你的行动，很特别，但是至少出发点还有结局都是好的，大功一件，我会帮你好好争取的。多谢。”叮嘱完之后，赵安走出了门，回到了办公室。老周啊，你们扫黄大队干得好啊，连续2次捅破2个黄窝，今天那个可不得了，好多都是一些大老板，哈哈哈哈，而且还救了不少还没误入歧途的无知少女，不错不错，连背后那个人都抓到了，我立马写申请，必须好好表扬你们，给你们申请奖励，大功一件。局长很开心，只是赵安苦笑了一声。局长，你可能误会了，我们虽然抓了人，但确实不是我们捅破的，是一位名叫许渊的路人。路人？局长眼前一亮。可以啊，见义勇为，少年英雄，独闯黄窝，一人抓捕幕后老大，这人多少岁啊？是吧？少年英雄，可以大力宣传。局长激动地说着。像是这种行为，就是该大力宣传，让人们知道黄的危害，关于他是如何抓到人的，有视频就剪视频，有语音就发语音，实在不行文字描述进行一点艺术加工。赵安神情很是犹豫，许渊做的那些事情能播吗？另外我做的视频都被我限流了，更不要说鼓励人懂行业黑话这些东西了。局长，这不太好吧？怎么？难道你从警这么多年，还嫉妒这种事情？该夸就夸，老周啊，你的觉悟不太行。不是，局长，要不你看看再说。看什么？看什么？难道他还能做什么不值得宣传的吗？你的嫉妒心别。局长话还没说完，就听到了许渊那熟练的话术，然后被会心一笑的服务员领了进去。紧接着，以下内容就不放了，放了就不过审了。局长沉默了。这是谁？就是那个见义勇为的许渊。你确定他不是主犯吗？你确定该抓的不应该是他吗？刚来到警局大厅，许渊便看到了在门口等候的堂姐了。咋是你？你语气的失望是什么意思？没有，听错了。不过你咋进局子了？是不是又去抢劫了？
唐杰好奇地问道。许渊见周围的警察都有看过来的意思，连忙说道：“喂，别瞎说，我可没有抢过劫。那你咋进去的？哎，一言难尽，有时候做好事也会被人误会啊。你干了啥？炸会所了？”唐杰见许渊沉默了，不由得惊讶道：“不是，我第一个乖乖，你真炸了！牛，你是不是举报去了？难怪这可动奶酪了，你又不是扫黄的瞎凑合什么？”你看这毛驴车给老妹儿送秋波，哥哥家里热炕头还给老妹儿留着，十里八村都知道你个人不错，哥保证让你过上嘎嘎幸福的小生活。作为娱乐圈的艺人悍匪演员，每天防的不是狗仔而是警察，只因我悍匪演得过于逼真，被严重怀疑本色出演。阿 Sir， 我真是个演员啊！第二天早上，许渊来到了剧组，不过当他走进剧组，却发现气氛有些不一样，总是有不一样的视线看了过来，很怪异。许渊很不解，不经意间听到了他们的谈话。你看了那个视频吗？什么视频？就是许渊的啊。知道，就是他那个黑话嘛，哈哈哈！这小子之前严导邀请他一起去，他拒绝，原来是熟悉这些事情啊。不是这个，那是什么？你当时肯定没看直播，直播的才刺激。许渊去点小姐，那叫一个经理太美，拿着凶器就是干倒了至少10几个保安，最后还把最后一个人捅瞎了。我去，这不是杀人狂啊！之前就看他很不对劲了，一个人怎么可能对抢劫这么熟悉？这件事我只跟你说哦，你可别跟别人说，不然许渊知道，我们全都要完蛋。放心，我嘴巴最严实了。听完二人的交流，许渊一脸无语。当他走出来的时候，就听到片场传来的声音都是：“你听说了吗？许渊捅瞎了10多个人。”听说了吗？许渊因为点的小姐没服务好，在会所大开瞎戒。你知道了吗？因为小姐服务不卖力，许渊一下给他捅瞎了，然后拿着螺丝刀捅瞎了好几百人。你还不知道，许渊在会所瞎了几百人之后出来，又去警局大开瞎戒，最后警察才迫不得已的放开了他。众人兴奋的讨论着，可是有人一脸惊恐的注意到了什么。喂，别说了，他出来了。随着众人看到许渊冷着一张脸之后，也就没有人敢再提这些事情，惊恐地看着许渊，像是在看到什么不得了的杀人狂一般，不敢和他接近，也不敢说话。许渊看着这一幕，很是气啊！他再不出现，他就成为了上下天庭、下穿地府的人了。等等，上一个这妖牛的好像还是一只猴子，我没有吓人。周围的人狂点头，但是满脸却写着不信。此时黄渤导演从在人群外见到吵闹的人群，皱眉说道：“吵，都吵什么呢？许哥来了没？叫他来一下。今天是他的杀青戏，我好好讲一下。”现场的人无一人敢回答。黄渤皱眉，像也是意识到了一些事情的不对劲，见许渊在不远处，也就自己走了过去，也就好奇地打了一声招呼：“许哥，咋看他们这么怕你呢？”“他们不一直是这样吗？”“今天比较夸张，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情？”“也没啥事，昨天晚上捣毁了一个黄窝，拯救了无数无知少女。”黄渤一脸迷惑地挠了挠头，没听懂，不过也没在意。看见杀人狂魔对导演客客气气的，这让周围的剧组工作人员不禁对黄渤敬佩了起来。难怪人家是导演呢，你看和许渊都能有说有笑的。有没有一种可能，就是导演是知道许渊的情况，特地请来的？难怪，我之前以为许渊就是抢劫犯本人，现在看来还真是。在对许渊讲完所有的戏份之后，导演黄渤便在手机上看到许渊的精彩演出，恰巧就是许渊追严剑的片段。黄渤看到许渊那如同杀神的模样，冷汗直出，不由得咽了咽口水，双腿有些打颤。难怪他说今天咋没看见严剑呢？原来是被那个了呀。这样看的话，是不是这样杀青太草率了？黄渤陷入了沉思，不过看向许渊的眼神中带上了一抹畏惧。当许渊刚到家之后，系统的声音便响了起来：“恭喜宿主名声达标，可获得新技能造假钞。”什么玩意？许渊一惊，不要命了，让我搞假钞？这怕不是老底都坐穿了。不过当许渊真正接收这个技能的时候，却意外发现还不错。我从小兜着长大当一个画家，没想到居然给我实现愿望了，只可惜这不能让我在外面大展身手了。但是想到自己作为一线知名演员，这部剧就要杀青了，这让许渊很忧伤。想了想，决定还是给黄渤打个电话。黄导啊，许哥怎么了？许哥，你还是叫我小许吧，我不习惯。没事，你叫我黄导，我叫你许哥，咱两个叫个的。有什么事情吗？许哥，酬劳我记得打给你了是吧？我收到了，就是我闲不住，所以想问问有没有什么戏可以让我接一下，您人脉广。哦，有是有，我想着你刚拍完，打算让你休息一下来着。我对演戏是十分热爱的，不需要休息，有什么戏份就找我吧，我能行。许渊对于火还是很执着的，一是从小就有个女帝梦，二是被青梅竹马柳如烟拿钱给侮辱了，这次必须是由他拿钞票狠狠地抽他的脸。行，最近我好朋友张导在拍一个犯罪片，我介绍你过去。犯罪片？我最擅长犯罪。这个我知道，特地为你找的。我想你可能误会我的意思，我其他戏也可以，实在不行校园偶像剧吧。校园偶像剧不允许吓人的。许哥，电话等会发给你，我跟他打声招呼先。许渊轻啧一声，他总感觉越来越不对劲了。
似乎所有人都觉得他很适合演犯罪片了，这可不是好事情啊，戏路就窄了。而且我这么帅，这么老实，还想接点其他戏改善一下心情呢。此时剧组内，黄国挂断电话，摸了摸下巴，看了一眼身旁的陶超。你新剧本的人选有着落了，许愿答应了。没想到老张居然接了你这个剧本，你小子还藏着掖着。哈哈哈，没有，原本还担心拍不好呢，自从见到许愿之后，我就放心了。啥题材的犯罪？嘿嘿，保密。作为娱乐圈的艺员悍匪，每天防的不是狗仔，而是警察。只因我悍匪演的不如逼真，被严重怀疑本色出演。阿 Sir， 我真是个演员啊！民富银行内，许渊环顾四周，然后将玻璃门关上，戴上了黑色头套，从腰间掏出一把枪。所有人不许动！巨大的枪响声，还有几乎是同时响起。抢劫！全部给我抱头蹲下！一声冷冽的怒喝，让整个银行的人都不由得看向了许渊，全都有些懵。你他妈有病吧？拿个甲！他身边的一个机器瞬间爆炸，吓得顿时尿了裤子。蹲下！这下全场的人顿时就老实了，连忙蹲了下来。原本他们还以为是什么恶作剧来着，毕竟现在这个年代，抢银行也就出现在国外以及影视剧中了。现在他们这个国家哪有人抢银行？都把手机交出来，然后抱着头去角落蹲着。而这个时候，刚好银行的经理走出来，外面的动静自然是把他也给吸引了。走出来一看，黑漆漆的枪口已经对着自己了，一种强烈的杀气让他心脏都扑通扑通的跳了起来。此时，一个精瘦男子刚放下手机的手，猛地抱起，朝着许渊扑来。见到这一幕的人群不由得激动了起来。但是让他们没想到的是，上一秒还一脸凶相的那人，瞬间就被许渊制服在地，黑漆漆的枪口对准了脑袋。我错了，不要吓我，我上有70岁老母，下有3岁孩子。双手抱头，滚回去！再敢乱动，小心你的脑袋！是。男子灰溜溜的从人群中蹲下，而这一举动让其他人再也不敢轻举乱动，一股恐怖的气息弥漫在众人的心里。怎么周末来一趟银行还会遇见这种事情？属于是倒八辈子血霉了。而这其中只有一人眼神中不是恐惧，而是震惊。这人正是林岩。当看着许渊这一系列操作的时候，他是真的懵了。这真的是许渊？之前拍戏的时候，许渊抢劫那个熟练度，难道是特地练过的？就为了今天这一次？喂，那边那个戴墨镜还有绑照，脱下来！林岩错愕的抬起头，便看到许渊看着自己，二人对视。许渊感觉有些眼熟。此时外面街道的群众听到银行内有枪声，便第一时间报了警。接到报警电话的警察双孔放大，简直不敢相信，现在这个时代居然敢那么大胆地去抢银行。请放下你手中的武器，你已经被我们包围了，束手就擒吧。你的手机呢？许渊语气变得更加冰冷了，并没有因为是林岩受到了半点影响。这个许渊搞哪一出啊？真就那么缺钱吗？缺钱跟姐姐说啊，又不是包养不起。喂，你要干什么？做一下兼职，我也不想干来着，我保证这是最后一次了。听了这话的林岩脸色一白，谁家兼职干抢银行的活呀？而且还是最后一次，说明之前还有几次。许渊这是惯犯了。此时许渊也注意到了银行外传来的警笛声，被绑架的人们也因此激动。闭嘴！许渊冷冷地说道。看来重要人物已经到齐，这下可以大干一场了。沉默一会后，等到钱装好，随后许渊一把扔给林岩，去把这个对讲机给那些警察，出去之后直接跑，别回头，不然我瞎了你。许渊的冷声让林岩浑身一颤。队长，潜入不进去。杨队长派过去潜入银行的几个小队纷纷跑了回来。什么原因？那个人对银行极其了解，所有除大门外可能进来的通道都被堵死了。不能推开吗？推开了。其中一支小队的人有些尴尬地说道。我们推开之后就有一个警报器响了，然后就有枪声响起，而且我们发现推开的只是第1层，有一个先进装置在那里，可能要用到炸弹才能打开。杨队长心不由得沉了下来，顿时就知道了这次人物的难度肯定不低了。现在只有2个办法，一个就是想办法进去，另外一个就是谈判了。后者是杨队长最不想见到的场景。突然，银行的大门打开，一位戴着黑色头套的男子举着一把手枪放在了女子的头上。女子很漂亮，也很眼熟，而且手中还拿着一个对讲机。当2人出现的时候，整个警队顿时警觉，连忙将手中的枪对准过去。那女生连忙跑出来，大门便再次关上，没有给警察们半点冲进去的机会。而林岩跑来，警察们并没有放下警惕。不过很快有人看出，这不是林岩吗？我还看过他演的剧。安静。林岩跑来后，连忙喘过气，紧张地对警察说道：“拜托你们一定不要伤到他，他一定是有什么难言之隐。放心吧，我们的目的是为了救出人质，这是我们的义务。至于说的那个人，自然也在我们的保护范围之内。”不是的，我的意思是，许渊就是那个抢匪，你们不要伤到他，他肯定是被胁迫才做这种事情的。林岩连忙解释道。杨队长和周围的警察一愣，这个对讲机，杨队长隐隐约约感觉有些不对劲，但是说不上来是哪里不对劲。不过还没等研究多久，对讲机突然传来一道压的声音：“给我准备1辆车，加满油，还有100万，而且你们所有人都必须要退钱，还有让你们准备潜入的那些小老鼠都赶紧走，不要想着进来了，我已经装了爆炸装置了。”
什么爆炸装置？杨队长内心一惊，咽了咽口水。你说的那些条件可能要一点时间，而且100万是不可能的。忽然，银行内传出一声枪响，只限你们10分钟，多1分钟，下一个人。看来杨队长还在犹豫。忘记跟你们说了，其实你们手中的那个对讲机里面藏着一颗炸弹，只要我按下。杨队长一惊，整个心队是警铃大作，像是手中拿着烫手的山芋一般，连忙的丢了出去。刚丢出去，对讲机就爆炸了。不过因为对讲机并不大，所以威力不大。快去让人联系张队长，其他人想办法去准备歹徒需要的东西。作为娱乐圈的艺人，每天防的不是狗仔，而是警察。只因我悍匪演得过于逼真，被严重怀疑堵塞出演。Sir， 我真是个演员啊！距离大概杨队长100米之外有一辆警车内，上面坐着的正是张富和赵安，二人很是悠闲地看着他们的动作。这个杨队长确实是专业的，你看这个布局，啧，一下车就包围的水泄不通了。那这个许愿难了，一人怎么和这么多人斗？话是这么说，其实在这种规则下，许愿也是有优势的，比如狙击枪不能直接爆头，不过被手枪打中他就算输了。看着吧。抢劫银行可不是那么简单的，特别是一个人的话，一是钱要拿到手，二就是怎么才能控制好那么多的人质，然后就是防备随时可能冒出来的警察，还有谈判也是。张富刚准备附和一下的，但是突然看到原本冲进去的警察又退了回来，而杨队长的神情也越来越凝重了起来。怎么又跑回来了？张富和赵安此时感觉草率了，早知道就让许愿留个监控位置看看银行中的情况了。紧接着他们又看到了银行的大门打开了。咋开门了？警察潜入成功了？好像不是，我看到许愿了。啧，你还真别说，看这个表情，看这个动作，我还真以为是一位抢劫犯。就算你说他是许愿，我也觉得是一位抢劫犯。赵安无语地看了一眼张富，随后猛地一惊，这个女的好眼熟。张富仔细打量了一番后，是林妍，我看过她的电视。我去，许愿这一抓就是抓到明星，这个运气也是没谁了。不过不愧是演员啊，这个演技确实很真。这个林妍拿着对讲机干啥？不知道，他们好像在聊着什么。怎么杨队长一脸纠结？不知道啊。张富和赵安都很好奇地看着在看着对讲机眉头紧皱的杨队长，还没想明白，就看到了杨队长一脸惊恐地将手中的对讲机扔走。张富和赵安目瞪口呆，不是，许愿怎么玩这么大？哇靠，他不会来真的吧？二人咽了咽口水，心中开始有些打鼓了。这个距离，而且许愿是怎么搞到这种东西的？不是，我虽然让他任意发挥，但是这种武器我可没给啊，是他自己造出来的。手搓炸弹是吧？赵安和张富一时间变得沉默了起来，突然很后悔让许愿来了，他是真的来玩真的了，而且之所以这样，好像还是因为……张富尬笑了一声，虽然我让他全力以赴，但是没让他丢炸弹啊。先别说了，杨队长来人了。喂，杨队长问你们，这里是抢劫的场地吗？是的。那个炸弹？对方质疑的语气让张富不由得咽了咽口水，强行镇定地说道：“放心好了，队长，张队长说就是这里试炼的。”杨队长很沉默，玩这么大，炸弹都出来了，虽然威力不是特别大，但是一个演练玩这么大，一点面子都不给。随后杨队长说道：“叫人准备强行攻破。”其实张富的话也让他安心了，至少知道这就是演练，不是真的。队长，里面又丢出来一个对讲机。什么？看着周围人那一脸害怕的样子，就一个炸弹，一个个这么怕，万一遇到真的怎么办？你们不用想着破开了，我一直在看着你们，如果敢有异常，呵呵。电话中传来一声冷笑，随后一声枪声，随后一声惨叫声。这个声音，杨队长心里一紧，这个惨叫声太真实了吧，真的是那种撕心裂肺的感觉。而且这个枪声不只是电话，他在外面也听到了银行里面传来的这个枪声，这真的是道具吗？先冷静一下，这样赎金这些很快就在来的路上，我们需要确认有多少人，里面总共23个。23，包括刚刚放走的那个吗？加上他的话就是24吧。杨队长眉头紧皱，好像这个人根本不急啊，居然真的在老老实实的回答自己的问题。我要你们准备好的东西呢？还在来的路上。那周围的警察撤了没？已经全部撤走了。杨队长虽然回答是没有包围，但是在那次爆炸之后，他就在每个路口放了人的。许愿插翅难飞，但是为什么许愿会这么淡定呢？杨队长突然感到了棘手。随后张富和赵安来到银行门口和杨队长会合。张富和赵安心里震惊的同时，也是在悲叹：你要是早说你全力以赴这妖牛，我们也不敢说呀。突然，银行里面传来了声响。与此同时的是，对讲机的声音也开始杂乱了起来。杨队长连忙抬起头，随后迅速反应了过来。快打开门！杨队长面上狂喜，最坚固的城墙往往都是从内部攻破的。果然，一个人怎么可能控制住20个人？许愿还是阴沟里翻船了，估计里面已经被打了。张富和赵安对视一眼，这到底是许愿情商高，故意的，
还是说真的被打了？要是真的被打，那估计不轻啊，到时候还要报医药费了。很快，杨队长带着人冲到了银行内，银行里面十分敞亮，而且那些人质也都站了起来，没有被捆绑了。他们有的在打电话，有的在地上玩手机，有的人还在聊天，甚至有的还跟警察们打招呼。人呢？杨队长目光扫过人群，每个都看了一遍，唯独没有找到那个劫匪的身影。不对劲，不对劲，谁是经理？银行经理连忙跑了出来。我是。那个抢匪人呢？不知道。我们被绑了之后，他就把灯关上了，然后有人突然摸到了刀片，割开了绳子，然后把我们都解开了，再然后就是你们闯进来了。银行经理的话让杨队长面色沉了下来，脸上的喜悦顿时就消失不见。虽然是解救了人质，但是抢匪没抓到啊。钱呢？不见了。对了，记得叫你们的人把钱都拿回来啊，那可是真的。突然，一辆车停在了门口，就在所有警察的后面。车子按了2下喇叭，吸引了所有警察的目光。只见后备箱突然打开了，一个个银色箱子出现在了他们的视野之里。随后车窗降了下来，一个熟悉的身影出现在了他们面前。各位警察同志好啊，我刚刚表现还可以吧？毫无疑问，眼前这个人就是刚刚那个抢匪，他再次出现了。但是众人都沉默地静静地看着他，无声胜有声。许渊很尴尬，都是误会，是张队长说让我全力以赴的。我想着大家都那么厉害，所以我也是全力，加上运气才勉勉强强。如果是实战，我肯定不能这么嚣张，甚至嚣张不过3秒。常是铁热线，总是够不着，热得我的魂随风飘呀飘。我就是一个俗人很烦恼，面对柴米油盐火烧一地的鸡毛。许渊在昨天的演戏中大放异彩，此刻的走在剧组里，仿佛自己已经成为了大明星。许哥，此时一个声音传来，许渊见状连忙摆了摆手，别担不起啊，朱老师。此人正是许渊新戏剧组的老师。能否借一步，我们聊聊天？许渊看了看周围，确实有着不少人。那好吧，随后跟着朱成走了出去。这次的场地是在郊外，所以剧组外就很荒凉，周围都是荒地，没有什么遮挡物，一眼就能看出有没有人。跟在后面的许渊感觉不对劲，脑海中都是那些荒郊野地虾仁埋尸的画面。许渊看了几眼朱成那瘦弱的脸，不屑地笑了笑。朱老师，可以了吧？抱歉，刚刚在想事情。随后看了看周围，确认没人之后，也就直接进入话题。徐哥，我猜你也是有抱负的吧，有野心的吧？你不觉得辛辛苦苦几个月，结果只赚那么几万块，很亏吗？许渊没有说话，只是看着他。不，你误会了。黄渤导演对待许渊还是很不错的，基本上都是给同价位最高的报酬。突然朱成说道，但是我这里有一条捷径，可以让我们从此摆脱贫穷，可以让我们不再为金钱烦恼，可以让我们有用不完的钱，泡不完的妞。什么捷径？跟我一起来造假钞吧。我们国家的美刀，纯正的美刀，我要你复制这张美刀。朱成从口袋掏出了一张纸币，许渊看了看，一眼就认出来这是新版美刀，新版的可不好做。哈哈，这就是我们找你的原因。我们？许渊疑惑地看着他，自然作为一位有野心、想要干出一番事业的人来说，怎么可能没有团队？朱成嘴角始终有着一抹自信的笑容。朱成看向远方，眼神中仿佛有着说不完的故事。许渊这才知道，他大爷的，这个家伙还是个戏精。有多少人？9个人。设备呢？已经齐了。缺什么？模板始终不对位。我懂了。什么时候？明天晚上。可以。地点？老地方。许渊沉默了半晌，最终忍不住问道：“你大爷的，老地方是哪里？”许哥，我手机发你地址，到时我来接你。此时警局内，最近怎么了？丧着个脸。虽然昨天被局长说了，但不还是给你们队的奖励了？赵安看着自己的伙伴张富，二人虽然在不同警队担任队长，但是二人警察聚在一起，当个饭搭子。别说了，最近根据情报，好像是有一伙人要开始造假钞了。造假钞？赵安皱着眉头。现在还有人搞这个？张富苦笑了一声。是啊，毕竟发家致富的都在刑法上嘛，总有人喜欢走捷径，也不知道是图什么。应该不是造我们的吧？谁知道呢？只知道可能有这么一伙人，但是具体的还要调查，这些天有的忙了。不好调查，其实也不好说，看顺不顺利吧。主要是这些人还挺机灵的，现在还没头绪，要是被局长知道了，又少不了一顿骂。没事，反正骂着就习惯了。张富没好气地看了他一眼。你是懂安慰人的。对了，关于许愿的那次事件的奖赏还没讨论好。这个啊，已经讨论好了，过几天送过去。你是不知道，当时那些领导震惊的表情有多好笑。张富脸有些抽搐，没办法，许愿那个事情实在是太奇葩了，换谁来都会有些绷不住。你和那导演联系的怎么样？给人家许愿上吗？别失约了。放心好了，联系好了，到时候应该会主动联系许愿的。那就行，我肚子有些疼，去上个厕所。张富突然捂着肚子走了。
赵安吃完饭，等了一会，见张父还没回来。这个老登又逃单。晚上，月黑风高之夜，两道人影在一个阴暗的小巷子内。你怎么来了？我为什么不能来？你不该来的。可我还是来了。许渊敲了敲江小小的脑袋，有必要是这个画风吗？那还不是你先约我来小巷子的吗？我想着秘密交易好像都是这个画风，所以你打算带我做什么坏坏的事情？江小小扑闪着大眼睛，期待地看着许渊。什么坏坏的事情？你不要乱说呀！诽谤啊！小心我告你诽谤！许渊反应很大，虽然电影没有一部播出，我可是靠着演技吃饭，但怎么说自己颜值这么高，到时候电影播出难免女粉多，到时女粉吃醋了攻击你就不好了。自己也是为江小小着想。就是那个。江小小很焦急，许渊无语地看着他，把他拉出了小巷子。说归说，别在小巷子说这些，不知道还以为我把你怎么了呢。不是你拉我进来的吗？这样说话你不觉得更加有格调吗？许渊一脸无语地看着江小小，我每天都要进一次警局，让自己保持兴奋，只因我悍匪演得过于逼真，被严重怀疑本色出演。为此我研究完美犯罪18年，势必要完成完美犯罪系列。阿 Sir， 我真是个演员啊！第二天，朱成带着许渊和江小小走进了一家院子中。许渊看了一眼，一眼就确定了这就是造假钞的老窝。这熟悉的感觉，跟特么回到家一样。还以为这种犯罪团伙会很有逼格呢，可惜。许渊稍微打量了一下面前的坐在楼梯上的10几个人，只有少数比较壮的站在前面，其他相对来说就比较瘦弱，或者就是一个正常的中年男子。突然，门口的2名壮汉二话不说，拿着枪指着许渊。许渊没有说话，气氛都开始凝固了。朱成连忙跳了出来。这位就是我特地请来的画师。只是画画的话，我们多试几次也没问题吧？突然有人冷冷地说道。许渊看了过去，这应该就是这个团伙的老大了。是啊，现在突然加入一个进来，还这么年轻，你确定没有事情？说话的看了过去，是一位眼袋很重，像是每天晚上都倒了10几发，如同风中残烛随时都要熄灭一般。这位倒哥对待许渊仿佛是很反感，神情也很激动。没什么问题，根据在剧组的表现，他是一位演员，不过他对于印假钞这方面，有些方面连我都感觉很厉害。是真的吗？你确定就这样一个毛头小子？尽管朱成都开口了，但是他们还是不信。这个时候，悍匪系统突然响起，检测到苏组遭到犯罪团伙的怀疑，现发布任务，使用造假钞模板震撼全场。许渊站起来，脸上挂着微笑，淡淡的说道：“我可以和你们比比。”突然，一名壮汉站了起来，目光在许渊身上上下打量，随后不屑一笑：“喂，老朱，真让这个毛头小子来跟我们一起共事，确定不会坏了我们的好事？”壮汉的话，他身后的人也很赞同，纷纷将目光投在了朱成身上。他们对于许渊的嫉妒是很正常的，一是因为他们这个行业，要不因为生活迫不得已，要不就是天生就是坏种，所以要干这个。许渊看起来就不是什么干坏事的人。你们既然不服，那就让他展示一下吧，给人家一个机会。朱成一脸无奈的摊了摊手，看向了许渊。好，怎么比？可以去你们现在造假钞的现场吗？许渊问道。听到这个话，在场的人突然目光严肃，气氛一下子就凝固了。我是经过朱老师的介绍来的，自然是有这个意向。对于这方面，我比你们专业的多了。如果再多次威胁，那我觉得就是你们不够诚意了。许渊冷冷地说道。好了，因为你还没入伙，自然那个地方是不允许进入的。不过给大家展示你的能力并不困难。说着，朱成指了指江小小背的包。你们可以比赛画画。说着，目光严肃地扫过其他人。再次说一遍，他是我招来的，你们不信任，我能理解。考验可以，但是不准刁难。但是江小小自从进来就开着直播，而此时弹幕却炸开了锅。我听到了什么？好像是印假钞。这是印假钞的团伙，牛！我没想到我们国家还有干这种事情的。别说，看这几个老头，确实有点那种犯罪团伙里研究员的感觉。等等，你们关注点错了吧？现在最大的问题，难道不是对方要考验这个许渊了吗？是我，刚刚这个许渊是不是太嚣张了？潜伏进去居然还这么挑衅人家干啥？对啊，是骡子是马一测不就出来了吗？印假钞这玩意，许渊哪里会啊？那这个许渊不是完蛋了？这玩意一画就暴露了，到时别搞个小鸡啄米图。何止是许渊啊，主播也要完蛋了。你看那些大汉，肌肉比我脑袋还大。太鲁莽了，真的太鲁莽了。上次严建那种只能算是小打小闹，这是真的玩命啊！此时江小小也悄然握紧了拳头，手心都有些出汗了。很快，朱成就拿了纸过来，许渊一下子就认出来了，这是无酸纸，和外面买的那种无酸纸不一样，这种是真正能做纸币的无酸纸。这老家伙是想要我直接展示实力。见许渊接过之后摸着纸有些沉默，朱成就知道自己的目的达到了。是真是假，试试就知道了。考验很简单，就是只需要他画出新版美刀就可以了。他不用照纸币来画吗？有人好奇地问道。刻在骨子里的东西不需要。许渊冷冷地说道。许渊的话让众人为之震惊。很快，
许渊就在众人震惊的目光中画好了。江小小下意识地张大了嘴巴。许渊为啥会这么熟练啊？可以通过了吗？许渊看向朱成，欢迎你加入我们。此时东海市警局内，张队长有消息了。一个急冲冲的身影冲进了刑侦大队队长张富的办公室。张富疑惑地抬起头。根据群众举报，我们根据之前那些丢失仪器所推测的那一伙人，可能藏在新安村。听到这个消息，张富连忙站了起来。真的吗？新安村就在东海市。据他所知，这个村子并不富裕，反而有些偏僻和贫穷。等等，确定那些偷掉的仪器是用来造假钞的？张富神情严肃地问道。没错，因为不只是我们市这一起，根据了解，隔壁市也是丢失了一些材料，犯罪痕迹都一样。快，召集人手，然后去包围新安村。记住，不要打草惊蛇，隐蔽一点。经常造假钞的都这样，造假钞遇到警察，基本上会全军覆没，即便活下来，也只是牢饭。接下来，我们开始造假钞吧。钞票的水印是在造纸的时候趁纸浆还没有凝固，用铁丝滚筒压出来的花纹。如果我们先做好水印，然后用2张纸把它夹住，3张压成1张，就可以做出钞票水印的效果了。倒戈人傻了，随后回味许渊的话，恍然大悟。而身后懂的人一脸沉思，不懂的人则是一脸不明觉厉。虽然听不懂，但是感觉好厉害的样子。新版的美刀啊，变化很大，画像放大了50%，要准确，准确到1/1000毫米。真钞用的无酸纸会变黄色。原本只有倒戈和朱成对于许渊佩服，随着许渊的渐渐讲解，身后跟着的那些人神情激动，看向许渊的眼神就像是在看一位绝世美人一般。对于许渊眼神中多了崇拜，多了恭敬。徐老师，我有个地方不懂。徐老师，可以教我吗？我最近有个难关没攻过去。徐老师。就在此时，警车稳稳地停在了距离新安村不远处，没有直接开进去，更没有放警铃。张富眉头紧皱，看着眼前的这个村子，心中有些拿捏不定。身边的一名警察突然说道：局长，我们怎么还不直接进去呀？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，对方在哪，有多少人都不清楚，不能贸然行动。他们在地下室啊，大概20多个吧。张富愣了，难道自己一个队长知道的消息还没有刚来警局的人多？你这是哪来的消息？哪里传来的消息？是你推断的？那位年轻警察摸了摸鼻子，也没想到队长居然反应这么大。不是我推断的，我看直播看到的。年轻警察把手机递了过去。什么直播？张富疑惑地接了过来，低头看着，就看到这群造假钞的喊着许渊老师。张富一时间没有看明白，疑惑地抬头看向了那位年轻警察。他和这个事件有什么关联吗？年轻警察因为是刚进来的，自然是不认识许渊，也不知道许渊和张富之间的联系，只是兴致勃勃地说道：这个许渊是个很行的人，队长你可能不懂，这个刑是刑法的刑哦。我也是最近才发现这个宝藏主播，这是他第2次开播，他现在就是成为了这些造假钞团伙的老师。对了，我就是看其中有一个人好像是被通缉的人。剩下的话，张富并没有仔细听完，而是一脸恍然大悟，突然联想到当时和赵安一起去许渊家里，邀请他参加银行演练的时候，在他家的抽屉发现的那些纸币。张富恶狠狠地看着许渊，心情很是激动，终于可以抓这个小子了。有办法锁定位置吗？可以的，队长，等会我去找人查一下。与此同时，许渊自然而然地去参观了朱成等人的其他秘密基地，比如他们的仓库、原材料场地、研究室啊等等地方，让许渊都有些后悔了。这些人也太热情了吧！稍等一下，要不这样，我给你们示范一下到底要怎么弄啊！听到这个话，众人眼前一亮，还有其他人吗？趁着这么多人，一起来看看吧。原本宽敞的地下室，此时渐渐地拥挤了起来。朱成第一次在他们这个组织见识到了纪律性，无论是那些桀骜不驯的研究员们，或者是那些彪悍的肌肉大汉，此时对于许渊都是言听计从的。众人也越来越期待，眼睛都不敢眨，屏息凝神地看着这一幕，等待他们预想中的事情发生。整个实验室突然黑了，陷入了一片混乱之中。我去，不知道为什么，我感觉我也好紧张啊！真的要成功了吗？成功会咋样啊？感觉成功可能性很大啊！这个许渊真的恐怖。经常造假钞的都知道，造假钞遇到警察，基本上会全军覆没，即便活下来，也是牢饭。队长，我们找到他们仓库了，但是没有人。张富点点头，沉声道：继续找。通过那几个仓库，张富就已经确定了没有找错地方，但是却是始终找不到这些人现在所在的位置。所有的人散开，分别进行寻找。好的，队长。好在功夫不负有心人，最终还是找到了。队长，这里有个地下室，和直播间最后显示的画面好像。快走！随后，张富带着一堆人来到一个地下室附近。队长，下面有吵闹声。张富听到之后也很激动，连忙招呼人小心翼翼地朝着那个洞口走去。当他走近的时候，原本吵闹的声音又突然安静了下来。张富神色一变，不对，他们还有其他撤退的通道。1、2队跟我来，3、4队去寻找这周围是不是还有什么逃生的地方。作为经验丰富的老刑警，张富及时让自己冷静了下来。越到这个时候越不能急。从吵闹声判断的话，说明他们撤离的还不是特别快，但是也要防止被埋伏。有动静吗？刚去探情况的人跑了回来，那人有些懵，很安静，没人说话。不过我还是听到了不少身体扭动的声音。张富眉头紧皱，见那人欲言又止的模样，
还有什么事情吗？我看了一下电路，是没有问题的，好像是他们那些人拉闸了。张父没好气的看了他一眼，肯定是对方拉闸了，不然还能是断电啊。张父说完，便招呼人不要急着进去，很有可能有埋伏，我带队，你们跟在我后面。张父语气十分平淡，像是突然想到什么一般，转过头对着他的司机刚入职的警察小李说道：“如果我有什么意外，帮我照顾一下小然。”对，队长。张父却头也不回走着，声音传来：“哭什么哭？我们的职责罢了。”随着张父行动，其他人也紧随其后。今天的风儿好大，沙子吹眼睛了。一行人朝着前面走去，小心谨慎，装备也带好了。张父走在最前面，没有犹豫，作为了先锋，目光阴冷，借着带来微弱的灯光，朝着后面打着手势。去看看电源开关在哪里。随着距离越来越近，张父的心跳也越来越快。张父有预感，这一战很有可能成为他一生之中最危险的一场战役之一。那些雇佣的肌肉男们可不简单，这种人如果给一把枪，那可能就不是他们刑警大队来了。张父心里一鼓，直接冲了过去，一脚踹开了大门。谁？我看到你了，出来吧！张父大声喊道，半天却没有人回应。我们已经知道你们的想法了，无非就是想要埋伏我，没用的。这个村子已经被我们包围了，布下天罗地网，你们逃不了的。张父冷笑了一声，决定使用心理战。你们受过专业训练，一定知道我们是有枪的，我们并不愿意随意开枪。如果你们只是拖延时间，目的已经达到了，反正那些人也被我派出去的人截住了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一道兴奋的声音传来：“队长，找到开关了，还真是有人偷关了。”既然你不肯自己出来，那别怪我们不客气了。你们的位置，我们早就了如指掌了。说着，整个地下室的灯光随之一亮。张父艰难地睁开了眼，想要看清眼前的一切。他愣住了，他傻掉了，因为他看着一个个被绑着的身影。当张父开灯的那一刻，许渊刚好把最后一个绑好，而恰好这个时候，不远处一个门打开了。江小小嘟囔着说道：“你叫我把电关了干啥？我上厕所都好不方便啊。”紧接着，他又看了看许渊脚下被绑着的一个个熟悉的人影。不是，张队长怎么来了？我到底要不要说我听到的那些话呀？我该不该回答呀？会不会给我穿小鞋呀？后面来的警察们看着这一幕也变得有些不知所措了。张队长挺巧的，没想到这里遇到你了。今天天气不错，吃饭了吗？果然人的悲欢并不相通，但是我想问，为什么要抓我进来？哟，这不是大名鼎鼎的许渊吗？怎么又进来了？在进去的路上，刚好碰到下班的赵安。赵队长，你可要为我做主啊！我明明帮他解决了一帮团伙，没想到这家伙卸磨杀驴啊！赵安表情始终带着一抹笑意，嘴角怎么都下不来，一脸绷不住的样子。他这是又咋了？不知道哎，是刑侦大队那边的交给我们的，要我们先押进去。看押过来的同志还挺严肃的，他应该又去抢劫了吧？喂，诽谤啊！我要告你诽谤啊！这个警察说完之后，赵安居然一脸认同的点了点头，他居然信了，这给许渊郁闷坏了。第二天一大早，张父才回到局里休息。许渊咋样了？我记得我跟你们说过要好好对待，不能用对待罪犯的方式对待他。他只是有嫌疑，而且还对我们有帮助、有功的。放心吧，队长，刚刚我们的人去看了，睡得很安详，还流口水了，甚至还说着梦话呢。说到梦话这里，跟张父汇报的那位警察显然神情变得犹豫了起来。说了什么梦话？啊，这真的要说吗？快说！人在睡梦中，有的时候是很有可能透露出一些重要情报的，这对我们很重要。他说，狗日的张父，等老子出去肯定把他的车胎放气，半夜敲他窗玻璃。张父惊了，没想到这家伙敢这么说自己。这个臭小子，算了算了。见张父没有很生气，那位警察也就大胆起来了。就是那的许渊还说到时候想染个黄头发，骑着鬼火泡你女儿，等泡到之后就问你，老登，我鬼火停你家楼下可以不？张父突然一脸痛苦，捂住了心脏。你确定他睡着了？这个应该睡着了吧。随后张父来到了许渊的审讯室门口，就看到了在桌子上吃着早餐的许渊，吃东西声音还越来越大，甚至看着许渊的那几名警察都咬牙切齿地看着许渊。他是来度假的吗？队长，不是你说要好好对待吗？他说他有些饿了，然后我就给他买了个早餐。许渊这才抬起头。张队长，你来了，吃早餐没？要不一起吃？烤小鸡哦，嘎嘎好吃。不用了，没事，我不嫌弃你。再说了，我这份还有一些，给你吃。你为什么会画钞票？我喜欢画画，会画钞票很正常吧？这两者有什么关系吗？当然，画钞票也是画画呀。那你在家里的那些也是随便画画的？许渊一愣，点点头。那些只是我练手的。拿钞票练手？那你为什么会使用那些造假钞的技术？看过相关书籍，可能是天赋比较好吧。那你潜入进去的目的是什么？当然是为民除害了。那你为什么开着直播？因为要帮助江小小，他新开了一个系列，
就是专门冒险直播的。我想着带他一起，天赋好，随便你们调查，清者自清。我只是操作熟练。再说了，我可没有造假钞啊，我只是随便动动设备而已，又没成功。张父一脸黑线，没想到这种事情居然还能让他圆得天衣无缝。对了，张队长，那个综艺联系了，不过要1-2个月后吧，到时候会联系你的。嘿嘿，谢谢张队长。此时柳如烟坐在阳台沙发上，她的身体婀娜多姿，如同雕塑般完美。她的线条流畅，从颈部到肩膀，再到手臂，每一处都流露出一种优雅和力量。她的腰身纤细，仿佛一只手就能轻轻握住，而那挺翘的臀部则像是精心雕琢的艺术品。作为从小玩到大的青梅竹马，虽然自己拒绝了对方的表白，但就是拒绝之后，许渊远离了他，去到了东海市发展之后，自己对于许渊就愈发的想念了。随后便给许渊转账之后，便说道：“你怎么这么傻？不就是拒绝你表白吗？至于去学这些东西吗？”刚出局子的许渊看到柳如烟的话，一脸问号，然后便接收了转账。柳如烟一脸震惊：“你居然没有进局子？麻烦把你那问号去掉，难道在你眼中我是经常去局子里的人吗？”随后柳如烟又给许渊转账了1万。富婆又续费了，看来自己要拿出12分精神了。只是短短几句交流，就让对方直接为我转账，这就是实力。许渊骑到家的附近，黑暗之中，突然一个车灯亮起，许渊遮了遮眼，再次看去时，发现他已经被这些车灯给包围了。许渊愣住了，难道我被包围了？检测到你正在观看本视频，悍匪系统已开启，发送狗头开始绑定。MD 好闪，都闪瞎我的钛合金眼了。许渊的手也下意识地放在了腰间，发现没有退路，来的至少有10几个人左右。许渊回想了一下，难道自己得罪了什么人，特地来报复他的？此时延续的身影从中走了出来，脸上笑嘻嘻的。许渊心里1万头草泥马飞过，你来干什么？我没有你联系方式呀，只能在你家蹲你了。而且许哥，你不觉得这样子很酷吗？被这么多车灯包围着。不，我只觉得你是个傻呆。说吧，找我什么事情？嘿嘿，其实不是我要找你。延续嘿嘿一笑，侧过了身体，从他身后走出了一个年轻男子。许哥你好，我叫沈宁。许渊看着他，一头白毛，精瘦精瘦的，眼神中确实有着一些高傲的感觉。说吧，找我什么事情？我想和你比一比。比什么？当然是飙车。真是不知天高地厚啊，比我还狂，我自带系统的都不敢这么狂。比谁更快到山脚，就是在那个山里面。我为什么要和你比？听到这个话，沈宁愣了一下，在他的理解中，许渊飙车技术这么强大，肯定也是跟他一样喜欢这种飙车行为。当有个人发起挑战的时候，自然是会迎战的。好了，不要再说了，我还要拍戏，一天天的忙得很，没工夫跟你赛什么车。如果你非要比，那我认输，你赢了你赢了。许渊没在乎，便转过头走去，后面便传来一道声音：你是懦夫吗？难道你已经弱到不敢接受别人的挑战吗？难道你怕我超越你吗？他喵的，有病吧？真以为这是动画呀？还挑衅，又不是什么小孩了。见许渊这样，延续连忙说道：许哥，是这样的，虽然我是跟那个沈宁瞒不来，但是我确实想要帮助他，也只有你才能帮助他了。我没有理由帮助他，他就是一个大导演，特别有名的。是吗？我许渊最喜欢乐于助人了，不是导不导演的原因，只是我热爱飙车，我超爱飙车，我睡觉前必须飙车。随后2人来到比赛场，你不讲武德。小菜鸡，这也太慢了！沈宁下意识地张大了嘴巴。我操！我特意抢跑了，这还能被赶上？直愣愣地看着许渊的背影，看着他消失在了自己的眼中，这才回过神。沈宁迅速地冲了过去，半小时后，一眼就看到了在山脚坪的许渊，一看就是等了很久的样子。我靠，许哥，你也太牛了！最让孙健震惊的还是许渊用的还是28大康，28大康都能超过我的跑车，你是不是开挂了？虽然这是动画，但别那么离谱好吗？许渊一脸无语地看着他，跟他比，就像是和小孩子比赛跑步一样，赢了一点成就感都没有。谁让我是这部剧的主角呢？随后延续一行人这才姗姗来迟，明明是自己将他叔叔送了进去，他却偏偏跟没事人一样。想必严健在牢里看到这一幕也会很欣慰的吧。许哥，那3天之后可以跟我一起去挑战吗？许渊看着他那真挚的眼神，真的很想拒绝。到时候我让我舅舅给你安排一些角色。不是角不角色的问题，只是那些人太可恶。作为好哥们，我必须也有义务帮你狠狠打他们的脸。哦，对了，许哥，你以后叫我宁仔吧，我以后就跟着你了。第2天，一个小山坡上，许渊有些尴尬，因为那个被叫做武大的男子身旁还有几个熟悉的身影，黄渤、陶超，还有那位副导演。最怕空气突然安静，这种尴尬的气氛不亚于互道晚安的2人在王者峡谷相见。
特别是还发现跟对方双排的是自己的女朋友。经常和社会老大对镜，永远不知道有多拉风。第二天，一个小山坡上，许渊有些尴尬，因为那个被叫做武大的男子身旁还有几个熟悉的身影，黄国、陶超都在这里。最怕空气突然安静，这种尴尬的气氛不亚于互道晚安的二人在王者峡谷相见。特别是还发现跟对方双排的是自己的女朋友。此时武大注意到了许渊和张涛等人怪异的氛围。你们认识啊？他是我们剧组的主演。你们剧组的主演，也就是说是这个家伙到时候要做我们领头的。武大指了指许渊，神情有些难以置信。没错，他的车技很好，就他这身板，对付你足够了。你他毛算什么东西？这么嚣张，不看看这是谁的地盘？武大还没说话，他的那些小弟就忍不住，面色凶狠，各种脏话，愤怒的挑衅着。武大，我是来跟你比赛的，他是我的帮手。这个时候，一旁的黄国也连忙说道：“武大，这是我们的主演，如果我们谈成了，你们还会合作的，不要伤了和气。让他说话注意点就行了，在这里我才是老大。”说完之后，这才将目光看向了沈明身上。我记得好像才过去半年嘛，是谁给你的自信让你敢挑战我的？当然我可以和你对赌，但是如果随随便便就让我出手的话，那未免太狡诈了。毕竟你只是我的手下败将。随后，沈明和武大的一名小弟开始飙车，但许渊注意力没有在他们两个人身上，而是转过头和张涛他们一行人说着什么。武大，你这个价格太过分了，当时在电话里面说的不是这样的，20万就让你们跟着骑一圈罢了。那你可以在准备走，看看除了我，有谁会接你们的活？实在不行，你去外市请点人来，那种成本可不少啊。刚开始谈好10万的，你现在就还1倍。好了，给你们半小时做决定吧，晚点我大哥来了，就没工夫陪你们了。再说了，实在不行，不拍这段剧情，或者是请点业余的也行嘛。反正你们那个主演看起来也就那样。要不还是算了吧，我们再重新想想办法。陶超拉住了黄国，本身他们来这里就是因为电话里谈好了，过来细谈而已。谁想到武大突然又改了主意，20万，这些人的镜头加起来都未必超过5分钟。哈哈，这么穷别拍电影了，我们这么多兄弟，就20万，打发叫花子，自己滚下山吧。你黄国哪里受过这种气？怎么说也是在业内享有一定名誉的大导演。黄国冷哼一声，转身就走。黄哥、陶哥，许渊一一打招呼，神情有些尴尬。我们要下山了，一起走吧。怎么合作没谈拢？谈不拢，人家根本瞧不起我们。许渊回头看了一眼那个武大，脑海中又不由得冒出了危险的想法，但还是忍住了，笑了笑。我先不下去了，我要帮我朋友的忙。正在比赛那个人？对，本来我是不想来的，但是看他太可怜了，实在是没办法。你们知道的，我这个心地善良、和谐友善，肯定是不喜欢飙车什么的，真的是为了帮助朋友。你说的对，没错，你不喜欢飙车啊？对。几人敷衍的点点头，一副你看我信吗的模样。不过突然听到了严肃的人的声音，转过头就看见了坐着车一脸高傲的沈明。不用看也知道是沈明赢了，武大那边的人输了，自然是神情难看，骂骂咧咧的。这时突然又传来了一阵摩托车的声音，众人侧头看去，只见一辆绿色的摩托车快速驶来，最后一个白尾，轮胎与地面发出的刺耳摩擦声。随着车子停稳，众人这才看见来人的模样，眼神中隐藏不住的凶厉。虽然身材并没有武大那么夸张，但很精壮。聚在这里干什么呢？各位，欢迎来到新世界。许渊有些好奇地看着这个人，这就是武大一直等的人吗？突然，许渊像是感觉到了什么，转过头一看，看见了孙健一脸害怕和敬畏。这是谁？这是武大的大哥，叫季长，他们两个关系很好。季长经常来找武大玩，是我们省都非常有名。可以说我们这些混这个圈子的，没有人不知道他。一手车技出神入化，还有他那辆车，几乎是跟那些顶级赛车配置差不多了。他早些年就是职业赛车手，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才来混这个圈子了。这么说，他很牛喽？超级牛，我们好多人都是受他的影响才喜欢飙车的。武大很尊敬他呀。这是武大大哥，亲如兄弟，有武大没事，千万不要惹这个季长。懂了。对，那个光头，对，有刺青的那个。要不你和那个武大一起上吧，我赶时间。看什么看啊？说的就是你啊，臭光头！见众人惊愕的转过头，许渊丝毫没有怂，反而一个个瞪了回去。你该再说一遍。在场他的小弟更是愤慨，不少人已经掏出了武器，一副大战一触即发的模样。怎么？你们不是光头？你不要命了？现在可是在人家的地盘，他们有武器的，都是经常打架的人，就我们几个人，哪里抵挡得住？沈明身后延续一行人，此时脸色惨白，原本只是可能被打，现在是铁定被打了。
他们还注意了武大那些人已经不知不觉中就散开了，对他们形成了一个包围圈。沈宁一边直呼卧槽，一边想着怎么带着人久久心的活下去。这些在许渊身边的人不用多说，在远处的黄渤和曹操等人更是脸色大变，随时准备报警逃跑。不知道是谁给你的勇气，敢这么说话？因为我觉得我的车技并不弱于你，和他们不一样，自然对你没有什么敬畏之心。我们这个是有赌注的，你敢跟我赌什么？随便吧，你来定。算了，你这样也输不到哪里去，输了给我们打杂1年吧。如果你赢了，刚刚的事情就既往不咎了。再加一个条件吧，如果我赢了，你们给我打杂1年吧。我满。没错，你们在场的所有人。期待你给我打杂的那1年，不要抱着侥幸心理哦。就算跑到天涯海角，我也会找到你的。这许渊能赢吗？曹操弱弱的问道。不知道啊，我只知道他车技肯定是可以的，毕竟能做那么多特技。但是这种飙车比赛和正规的比赛，或者是会特技的，差别还是很大的。哎，许渊不就是爱造假钞，凶一点，喜欢抢劫吗？哎，这下怎么办啊？糊涂啊！要不我们报警吧？肯定要报警啊！这样下去，许渊不就毁了？两人最后还是选择了报警。喂，110吗？这里有人非法飙车。我去，系长大哥是真的猛啊！这个距离差距都快领先一个大弯道了吧？无论是车技还是车子，许渊拿头和机长大哥比啊！你看这还能追上，我当场吃屎！沈宁怎么敢的呀？叫上许渊一起上，真的是太蠢了！算了，看样子就算许渊不来，沈宁也比不过武大大哥了。这时许渊打了一个喷嚏，这是哪个老六又开始念叨了？夜晚，零星的月光洒落山间，一条条蜿蜒曲折的道路，一声声响彻山谷的声音，随后一道亮眼的光芒传了过来。这是谁啊？这还用想吗？肯定是大哥啊！随着目标越来越近，众人也看清了来人，居然是许渊。我靠，许渊赢了！他是不是作弊了？这个比赛还能咋作弊？你以为跟游戏一样还能开挂啊？如果没作弊，他凭什么能赢季大哥？就凭他那辆车。许渊这辆车是沈宁临时借给他的，是之前沈宁不要的车。那是不是许渊偷偷拿去改了？今晚沈宁给他的，那一定是沈宁他。卧槽，你是键盘侠吧？你肯定是作弊了。武大指着许渊厉声说道。许渊却满不在乎，坐在了车子上，神情不屑。怎么，你们输不起了？比赛堂堂正正的来比，我不会说什么，但是你凭什么能赢？面对气势汹汹、比他大块头许多的武大，许渊嘲讽地说道：“凭什么能赢？用你那不完全发育的大脑好好想想，别自己骗自己了。就你那个跟3岁儿童一样的车技，还跟我比？我奶奶踩的3轮都比你跑得快。”脸，武大脸被憋得通红，一时间哑口无言，愤怒的情绪充斥着大脑，喘着粗气，拳头捏紧。你给我闪！武大忍不了了，他一拳朝着许渊的肚子打来。众人还没有来得及反应，许渊神情一冷，从摩托车上站起，一个丝滑转身躲掉了这一拳。随后整个人像是投入了武大怀抱一般。武大一个闷哼，脸部一阵绞痛，拳头还没来得及收回，一个拳头就在他的眼中无限放大，最后脸一歪，整个人就倒飞了出去。全场寂静，在他们眼中就是武大过去了，武大飞回来了。很快啊，具体过程他们不清楚，但是武大的小弟只知道自己老大被打了，一个个纷纷朝着许渊围去。旭哥咋办？延续看了他一眼，没好气的说道：“报警啊，然后快跑！”沈宁则是呆呆的看着这一幕，随后猛地朝着人群冲了过去。住手！你们想到出人命来？哎呀，这个许渊怎么这么冲动？都赢了，见好就收啊！陶超等人慌了，没想到这种事情真的发生了，他们不知道该咋办了。警察呢？还没到吗？再打一个看看。东海市警察局扫黄大队里，张富在赵安的办公室里。假钞的事情解决了，居然还有闲心来我这里。张富躺在沙发上，一脸享受。别说了，最近累死了都。又不是你抓的，你累啥？当然累啊，他抓的是爽吧？我们这些处理后续问题的麻烦了，像是那些人的处置，案件要调查吧？之前被偷或者是抢了的那些器材啊、原材料啊，要调查来源吧？要和那些人对接吧？都是要人去联系去做啊。张富像是将这些天积累的怨气发泄出来一般。行了，别在我这里上嘴脸了。知道这个事情牵扯的人多，你的功劳大了，还不是要靠人家许渊？此时一名警察慌慌张张的跑了进来。发生什么事情了？慌慌张张的。外面有人飙车。嗨，我以为什么事情呢？不是，有许渊。啥？